在这片水面上，有汗水，有泪水，有笑声，也有梦想。划水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凝聚大家集结成一个大家庭。我们等下3个动作跟3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你的头一定要抬高；第2个重点，手打直；然后第3个背打直。对，等下3个动作的时候啊，3个重点都要一起做 ，OK？ 从第一次抓住把手，跌进水里开始，划水的故事就从这一刻写下梦想的开端。一次次摔倒，一次次再站起来，是队友的陪伴，让我们变得更坚强。滑水场上，我们是对手，更是彼此的兄弟姐妹。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但因为划水，我们有了共同的兴趣与目标。在每一个阶段，传承的不只是技巧，更是一种精神。我们从跌倒中学会坚强，从浪花里找到了梦想。我们一起划水，一起长大。这不只是一场选拔，更是从每个阶段中对自我的验收。这是我们青春的痕迹，梦想就此起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 Hot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一起来欣赏114年拖艇划水国家代表选拔赛。在今天4月25号的下午1点钟，我们持续在新北市大都会公园的微风运河要进行下午的赛事。当然在这2天呢，北部的天气比较不稳定。那在下午的时段呢，持续有下雨的状况。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的气温啊，来到21度，相对湿度是93%。那风速啊稍微小了一点啊，是每秒3公尺。那在天候的部分是呈现小雨的状态。好，那在下午的转播部分呢，将是由我李秉庆以及我身旁的专业赛评肖祥泰来为您服务。教练你好。你好，主播，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肖祥泰。是，那祥泰教练当然在上午也有出赛啊，在公开组的部分，待会决赛你要再持续上场，是，对大家秀美技啊。对，我希望下午的时候，我们可以每位选手都可以持续秀他的美技，然后把会做动作可以全部的呈现给各位观众。是，好，来回顾一下刚刚祥泰教练的这个比赛的状况，因为刚刚其实赛前跟你聊了一下。你好像一开始就要发大招哦。是的，是的，我希望，因为我是第一次从业余组，然后升上来公开组的比赛。对。那我的这次的目标呢，其实是希望可以给2位厉害的选手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压力。选择一开始上来就试着去放大招。对，哇！但是有觉得说，哎，是不是有哪些还没有完全调整好，所以感觉离成功就差那么一点点。对，因为这个船型呢，跟我平常练习的船型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所以我前面有点小小的不适应，但我相信我下午可以继续的做调整，可以把大招呈现给各位观众。是，哦，那当然在下午的公开组的部分，在决赛啊，我相信包括祥泰以及这刚刚提到2位优秀的选手呢，都能够呈现最好的画面啊，包括了这个火龙啦，包括了这个右叶，没错，这2位顶尖的选手，我相信啊，跟祥泰一起啊，能够贡献在今天最好看的画面。没错。好，那我们的镜头加油，马上来到了比赛的现场。好，那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在青少男女的预赛。哦，那待会率先登场应该会是从男子组开始哦，在surf 的项目。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青少年男子组的选手呢，已经到码头边准备了。是，哦，第一位就是郭禹锡，哦，在
去年全国杯 U14在这个男生组的部分拿下了冠军。哦，这些都是我们台湾的小种子啊，对啊，我们年轻逐渐的小将发芽。没错没错。哦，来自 ES Wake，对，来自我们 ES Wake 滑水俱乐部的郭禹锡。他是我们左脚在前的选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 Pass One 会来带来给我们什么样精彩的表现。哇，其实小朋友的学习能力非常好啊。是的，今年看这样，明年在国家代表队选拔赛又不一样了。没错没错。每年的进步的幅度是飞跃式的，尤其对这种小选手来讲。没有错，小选手他的学习能力其实非常非常的强哦，所以其实很多小选手经过1年的蜕变，他会变得非常非常厉害。好，可以看到我们的郭禹锡准备进入到我们的赛道，开始他的 Pass One 的动作。哇，先做一个超级大的 Ollie， 一个 Snap。哇，一个非常大的 Air， 对，再来 Force Line。哇，这个跳的动作目前做的相当的平稳。对，哇，没错，哇，决定先挑战一个 Backside 360背转的360，有点可惜，在转的时候呢，有点板子插水了。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禹锡，他的跳跃动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哦。哇，不管是欧里还是 Air， 对，没错，都让大家蛮惊艳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其实滑水比赛啊，大家会很希望可以看到每位选手有非常大、有张力的动作。是对，不论是你的跳，甚至踢，都是希望有张力的去呈现给船上的裁判。哇，大家可以看到他在转360的时候呢，板尾有一点点插到水里面的，非常非常可惜。不过这只是他的第一次哦，第一次失败，是的，还有2次的机会。第一次落水而已，他还有2次的机会。但今天虽然说下了一点点小雨，但其实水面上呢，它还是蛮平稳的哦。所以其实像我们选手练习的时候，我们会喜欢选择在有一点点小雨，或是下完雨过后，因为风反而会比较小一点点。是。对，水面会相对像镜面一样，会非常非常的平稳。那刚刚其实像他有提到，每一艘船它所造出来的浪，其实都不太一样。对，这中间要怎么去拿捏呢？其实又对你们选手来讲，也许刚好不是符合或是过去练习的船型，但是当中怎么赶快去做调整呢？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调我们船的速度。哦，速度 OK， 船速越快，它的浪会稍微比较平一点点；船速慢一点的话，会稍微拱一点点。是，对，所以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会去调整我们的速度，对，去模拟一下。是。好，可以看到我们禹锡再次起滑。我看来是想要尝试做一个欧里180的动作。对哦，所以在第2次马上就做一个比较进阶的一个动作，但是很可惜啊，这次是没有完成。不过禹锡还有第3次的机会。对，我相信是因为他的第一段赛道呢，应该已经快到了他的终点了啊，是，所以他决定一起来呢，先去尝试一个欧里180高难度的动作。待会在第3次就有完整的 Pass 2啊。没错，我相信他在 Pass 2的时候，应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尝试他这次没有完成的，像是360跟欧里180的动作。对，应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比赛船会接选手起来，然后到折返点，然后准备开始他的 Pass 2的赛程。是不过我们看到在下午的雨势还是不小，但是其实刚刚跟祥太聊，在水面应该说在水里啊，其实不冷，冷的是在上岸。对，因为其实水温的变化比较没有这么快但气温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其实选手在水里面的时候，相对比在岸上还要温暖很多。对，尤其如果刚好有风的话，是风在吹的时候，哇，其实真的是会有一点点冷。对，所以对于小选手来讲待会结束比赛之后，真的上岸之后要赶快保温包括祥太其实都穿着这个比较厚的外套在保持身体温度。对，上岸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赶快把身上多余的水分先把它擦干，然后有保暖的衣物一定要赶快穿起来，因为很多选手都是下午都还有赛程，对，希望可以保持他们最好的状态去迎接下午的比赛。那下午有多项的决赛要进行，包括最受瞩目的就是祥太的这一组公开男的决赛。
所以我们刚刚有聊到，不同品牌的船其实造出来的对浪都不一样。是，所以其实选手呢，他们，所以看像比赛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赛前的练习，那目的就是让 OK，选手可以先去适应，去调整他在比赛的时候喜欢用什么样的设定。对，因为不同的品牌、不同的船型，甚至不同的型号，对，都会有一点点的不同。是。对，所以所以国际赛呢，如果像您也有国际赛的经是验，那国际赛是不是有时候刚好运气，就是说，哎，刚好是适合我的，或是我过去练习的这个船型，刚好是这是国际赛所使用的，会不会有这样的差异？我觉得会。当然，如果你用到你平常使用的船的型号，那一定是比较有优势的。对，但是因为船上的设定也会有一定的不一样，那对于浪型都会有不同的改变。了解是，对，即使是同品牌，是都还会因为设定的关系，是那造出来的浪也是会有还是有些许差异啊，些许的差异。了解。好，可以看到我们的于西准备他的 Pass 2的赛程，哨声响起，哇，一样一个很大的 Ollie Grab， 一样一个 Huge Air， 再一个 Chop Up， 再挑战一个360，哇，哇，几乎要完成了，已经成功的转完了一圈了。对，但转完的时候有一点点可行，重心跑到后脚有点溜出浪外了。哇，太可惜了，哇，几乎要完成了。对，他的这个动作的完成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然后我们再看一次他的 highlight。哇，我们的羽西选手跳的动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哦。他跳跃的这个信心对非常高哦，他的爆发力非常的好。哇，这样双脚就粘在浪板上，是的，这个跳跃一个人板合一的概念。有一个非常大的 air 抓板，一个 chop up。你会看到，其实我们在做跳浪的时候，其实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你的板尾的尾鳍有没有完整的离开水面。哦，是。对，所以我们很多判定的时候呢，像在当裁判的时候，他们会去判定说，哎，你的跳跃动作是只有板头拉起来，对，还是就整个板子弹出水面？没错。OK， 所以在船上裁判的时候呢，其实评的会非常非常的仔细。对，你不能只有这个板头起来，那其实你的这个双鳍都还在水里面。对。所以裁判其实要非常非常的专注啊，在每一个动作的细节都不能放过。是哦，那接着是奇瑞啊，就是来自嘻嘻哈哈国际滑水学校。是的，我们的奇瑞，我们 Aaron 也是我们的小朋友。好，来先看一下奇瑞。哇，奇瑞虽然年纪很小，但是我们看到他参赛的资历啊，洋洋洒洒。是的。所以等于是算是蛮有经验的一位小选手。是的，像奇瑞他从前几年开始就会陆续跟着教练到各度去征战，所以他的成绩其实也都非常非常的不错。好，我们的奇瑞就是我们的 Goofy Rider， 是我们右脚在前的选手。好，他已经放开绳子，要准备进到他的赛道里面。所以其实，在进赛道之前呢，我们会有一小段的时间，这个时间就是让选手可以去调整船的速度，是，赶快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浪型。对，那当然也可以做一些手势，是的，来让这个速度做增加或减少。是的。好，哨声响起，我们的奇瑞准备开始他的动作，一个 knee down 单膝跪板的动作，一个 snap ollie combo。一样做一个 ollie grab， 非常稳哦。哇，一个 air， 哇，也是非常的好哦，有切到浪顶，借由浪把它推起来。一样在一个 ollie grab 后手抓板。好，我们奇瑞现在眼睛一直看着浮球，他决定要继续他的赛道吗？还是他觉得想要保守一点点，稳稳的先滑完他的 Pass 1？ 哦，看来是要先走完 Pass 1。没错，看起来是选择比较保守一点点，选择先稳稳的把 Pass 1完成。不过从他这一趟的内容，他所想要做出来的动作呢，都有顺利的完成。那也有几个其实跳跃的动作
这高度是很够的。对，其实在他动作的呈现上面，其实完整度以及他的强度都是还蛮不错的，所以可以看出来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小选手哦。动作他的 snap， 然后加 combo， 所以 combo 的动作呢，就是他在执行的过程没有多余的加速动作，一个接一个，它是我们俗称的 combo trick，、对，组合动作。所以组合动作来说的话，会比单点动作再困难一点点。是，那所以在分数上的计算上面，是不是也会区别？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他做组合动作的话呢，代表说他的动作是一连串的，所以他跌倒的风险就变高了。哦，对，那相对他在风险提高的情况下呢，如果他可以顺利的完成，那相信对于分数上也会有比较好的表现这样子。好，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奇瑞是完整的没有跌倒，完成他的 Pass One 的赛程。好 ，Pass Two， 比赛船一样启动了，我们奇瑞一样选择右脚在前 frontside 的滑行。好，哨声响起，我们的奇瑞开始他的 Pass Two 的赛道，一样一开始先选择一个 Air Snap Gumbo， 哇，再加一个 Ollie 逆挡，哇。动作非常的流畅哦。对，哇，这是一连串哦，不断的输出。好，一个 Boss Line。哦，决定看来是要拼一个大动作了。来了，哇，一个360。哇，有点可惜，转到浪上了，转到浪上有点跑到浪尾去，所以就没有顺利的被浪推回来，有点可惜，有点可惜。那我们看一下他的精彩重播。所以大家会看到他 Pass Two。奇瑞在做的时候，其实就比较有放开来做一点点了。哇，360的时候身体有点太往前压了，导致他转到浪头去。所以像快艇冲浪的浪啊，它的浪头、浪顶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没有推力的。哦 ，OK， 是。对，所以如果不小心转到上面的话，就要赶快的切下浪壁，对，才会被浪再推回来。了解。对，所以。成功的动作就是你做完这个动作，你可以顺利的回到浪边，持续的滑行，是，这才是一个完整成功的动作。如果你做完然后不小心溜走了，或是跌倒了，就非常非常可惜了。哦，所以整个浪的掌握哦，会是能否持续的关键。是的，是的，是的。好，奇瑞准备再拼一次吗？看来是要再拼一次他的360。再拼一次，哦，有了，这一次有了，哦，奇瑞 nice， 哇，信心大增了。 Good job， Air Snap Combo， 哇，可以看到他的信心完全出现了。哇，我们的奇瑞在最后一个赛道的时候，成功他的 Backside 360背转360的动作。哇，值得再看一遍哦。哇，成功360之后呢，他的动作开始变得越来越有自信，更多的连招就跑出来了。是，这是完全没有停顿的一个状态哦。这是刚刚他完成360的精彩重播。是的，哇，看这个就转得很漂亮，转完之后马上切回到浪下，然后可以借由船的浪再把它推回来，可以进行滑行的动作。对哦，就是刚刚祥太所提到的这些技巧的部分，要注动的部分。是。哦，那接着轮到的是张宏安，对，来自我们的温子滑水俱乐部。我记得宏安是一位双栖的选手哦。对，没错，他也会参加宽板哦。对对对，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小朋友。对，那去年他是在国家选拔赛的宽板青少男的组别拿下第1哦，画面上看到了哦。非常厉害的一位小选手，现在蛮多小朋友都是练双向的哦。对他们就是快点都尝试看看，对，都去尝试看看。其实小朋友很好的，就是多去尝试。是。哦，刚刚在一开始起滑的时候跟这个岸边打招呼啊！哦，是的，看起来是一位非常有表演张力的选手。对，当然这个项目如果有选手有这样的欲望，常常会让大家有意外的惊喜。是的，是的，是的。
我相信能够从事这项运动的，应该都是艺人吧，都是喜欢秀自己，没错没错，让大家看出他最好的一面最帅哦，不是最美的那一面。是的，是的。好，我们哨声响起，比赛开始。我们的洪安开始会先做，哇，决定一开始就先拼大招了。对，一开始要360，但是有点可惜，一转的时候呢，板头就沉到水里面了。好，没关系，再来，对，才刚开始。大家可以看到，洪安在转的时候呢，一起转板头就已经插到水里面了，就有点可惜，所以他的板子没有走完他的路线。OK， 希望他在下一次的时候呢，应该会再去做一点点的调整，让他的360可以更好的去做呈现。加油加油！我们的张洪安来自文子滑水俱乐部。所以我们洪安也是跟我一样，一开始就先出大招，先震震对手。对，哇，一开始就先 all in。对。哦，但每一位选手他赛前设定的 game plan 都不一样。是的，是的，每个人的风格，有些人现在比较保守，有些人比较喜欢挑战的，比较积极的。是的，是的，比较哇，一样再来一个，哇，有吗？哇，好可惜，已经成功转完了，也下到浪底了，但有点可惜，转太多了一点点啊，最后没有站稳。我们再看一遍啊，已经转完了，确实转完了。我们看一下手摸水，板头推上去，完整的360，哇，看来是转的有一点点太多了，对，反正转过头了，转过头了，所以转太少也不行，转太多也不行。哇，这个拿捏啊，非常考验选手们的经验跟技巧啊。是的，是的，是的。哇，所以洪安决定在他的 Pass One 就连续放招哦。对，那现在第3次的挑战是不是会先做一些基本的？对，先有一些基本的这个打底的分数。是的，是的。但这取决于选手的想法。对对对。所以像我们选手在比赛的时候，很常我们比到后来会有一点点紧张的时候，就会脑袋一片空白。是是。所以赛前一开始设定的动作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好，我们的洪安再次起滑，我再拼一次360，再拼！哇！哇，他今天的计划就是我不管，我就是要做360，我就是要360。对，我没有做好之前，我不会再做第2招了。是的，是的。非常有企图心哦。对，那当然也彻底的执行他赛前的设定。是的，是的。所以就是没有360，我就不回家了。非常好，非常好。我觉得选手就是多一点点的去做尝试。对对，然后去设定原本，我可能原本就是设定好360做完之后呢，我才会去做一些其他的动作。是，对，毕竟刚刚也有看到前面的选手也有成功360了。没错，他也是先失败嘛，对，然后再成功，所以我相信也会给还没出场的选手们一些小小的压力喽。不过对洪安来讲，比较可惜啊，对，没有跑到他第2趟的赛道。对，那第1趟啊，他要做360呢，都失败哦，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是的。好，那接着会轮到的是林浩泽，来自 ES Wake。对，林浩泽来自我们的 ES Wake 滑水俱乐部。所以这次比赛啊，其实蛮多新的青少年又加入了我们这个国手选拔的赛事里面。对，因为浩泽应该也是一位新选手啊。是的，是的。也这个参赛的基地可能也比较少。是。那看看这一次来到国手选拔所呈现的内容如何？没错。所以大家会看到，其实我们的青少年表现的其实都不比大人差哦。青少年的表现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好。哇，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水面像镜面一样，这是我们最喜欢练习的状况。这个我们俗称的镜面水，就是没有任何的波浪。是。所以像我们，那你的基地呢？你在社子岛那边的水跟这里？我们社子岛那边的话，因为
比较容易有潮汐的影响。哦，OK，对，然后有风会比较多，会比较大一点点。但我觉得不同的环境选手都会去练习要克服。是，对，哦特别像去年我们去香港比赛的时候，香港还就是在海上。啊，那哇更更弹跳了，对，更难以预测。好，是的，那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浩哲啊，当然这张图哇，真的我们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小朋友。哦、对，没错。那看来应该是他第一次的参赛，也是我们的花水超新星林浩哲，来自我们的 ESWay 滑水俱乐部。好，来看他的初登板初体验。没错，他是我们的 Regular 左脚在前的选手。好，浩哲，加油加油！对，第一次在国家选拔赛的登场。哇，还有先一个手势，是，叫观众帮我来点掌声吧。好，准备进入他的赛道。好，进入赛道。哇，一个非常大的 Ollie 哦，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动作，一个 snap， 一个 chop up， 看起来是要尝试做一个 boss line 板头内转90度的动作。好，现在在做一个 air， 一个 air grab。哇哦，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air grab， 连续2个。好，这个是一个尝试 air double grab， 2只手都去抓板，哇，两边的抓板，哇哦，各种 air 的抓板动作非常非常厉害哦。我们看到小朋友在这个跳跃的发挥或掌握部分都非常不错哦。对对对对，而且他非常的有自信，他会把他的跳跃动作做得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干净，而且他去尝试各种不同位置的抓板。OK，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呈现动作。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竞赛道前呢，还有跟观众说来一点掌声吧，对，我要来表演。果然他第一段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哦。是的。跳跃的高度或者是跳跃之后的抓板，做的是干净利落。是的，是的。好，这是一个跳跃之后抓板，非常多不同面向的抓板哦，有单手、前手、后手以及双手。OK， 那这种在呈现上面呢，其实都非常非常好。那以过去的比赛经验没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哇，今天等于是第一次来到国家代表选拔赛，那第一趟下去，感觉是蛮大气的一位选手。对，没错没错，也不太害怕比赛的这个紧张感，没错，对，他反而很享受，对，享受比赛带来的紧张感，岸边有观众，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去享受比赛，对。好，我们的浩哲准备起来，进入他的 Pass 2的赛道。好 ，Pass 2， 好，哨声响起，加油加油！一样，哇，一个 Air 双手抓后面，一样都是 Air Trick 加一个 Snap Combo Ollie 3 Combo， 一个 Chop Up。动作其实非常非常流畅哦，而且爆发力非常的好。是。一个 snap ollie， 哇，现在 pass 2更多的 combo trick 进来了。一个 floater ollie，air grab， 哇，2个 grab，air grab 跟 ollie grab。360， 360出现了，有点可惜，有点可惜。啊，转完的时候呢，有点溜到浪尾去了，没有被浪推回来。但我想应该还有机会，应该还有机会再尝试。看距离还有吗？对，我们看比赛船会不会绕回来接他呢？哇，没有了，可惜。但他前面的动作我觉得非常的扎实哦，而且高度的呈现也都非常非常的好。哇，他在跳跃部分呢特别有心得啊，最后没有在这个浪里面完成呢，对，有点可惜。在浪头，然后就往后退下沉了。是的。
哇，大家可以看到他在 Pass 2的时候呢，多了很多 Combo Trick， 就是很多连招的出现哦。那个 Air Ollie Combo， 而且浩哲很好的地方是，他很多跳跃动作都有加入抓板啊，是 OK， 加入抓板的话，对于动作的强度跟困难度就会再上升一个等级。OK， 这应该是他得意技吧？就是说对他自己最舒服或是最好呈现。对，最有把握的动作。好，那接着轮到的是 ES Wake 的刘宇浩，对，来自我们的 ES Wake 滑水俱乐部。好，来看一下宇浩哦，在去年全国杯滑水锦标赛接入在 U14的男子组获得了第2名银牌。看来宇浩也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选手哦。对，那 Candy Cap 他也有参赛啊。对，获得 Junior Boy 铜牌第3名的成绩。去年2个重要的杯赛呢都参赛，一个拿到银牌，一个拿到铜牌。这次来到了国家选拔赛。对，像我们教练呢，我们都会鼓励我们的小选手可以去多尝试不同的赛事。对，第一个是去让自己磨练自己的动作以外呢，其实最重要是去训练自己的心态。对。那祥太，你带的选手当中，最小的大概几岁开始参赛？最小的话大概有8到10岁左右，也是像这样 Junior U14 以下的。对，那小朋友其实在比赛的时候，他们跟大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小朋友他们的比较容易紧张对，那大人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沉稳一点点，所以小朋友的比赛有时候会大起大落的，好的时候非常的好，对，那不好的时候呢，他就会非常非常紧张，对，比较不稳定，所以小朋友比赛的变数都非常非常大。好，我们的宇浩进入他的 Pass 1赛道喽。哇，一样一个 Ollie Snap， 哇，有点可惜。对 ，Snap 踢完之后呢，板头有点插水了，下沉。对，大家可以看到他的 Ollie 跟他的 Snap 其实动作的完整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他踢 Snap 的时候，他可以让他的板子打横接近快到90度的角度，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呈现哦。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上去推 Snap， 哇，大家可以看他角度非常非常的大，没错没错。几乎要打到180度的打横的状况是的，所以他其实在这个动作，他的强度呈现上其实非常非常好，但有点可惜，在下来的时候呢，板头有一点点插水了，这是他非常可惜的。但我相信他应该等一下起来之后呢，会稍微微微的调整，他一样可以再做出更漂亮的 snap 给我们看。好，我们的比赛船也缓缓的要准备来接我们的小选手刘宇浩，准备他的第2次起滑。宇浩，宇浩加油加油！对，他选择先躺在水里面，让自己调整一下。OK， 加油加油，我们的小朋友。祥太，我问你，通常你们如果比如说在这个落水之后，在等待船只的这个时间点，通常会想些什么？是在想下一次我的内容吗？还是在做一些放空而已？如果以我来说的话，我会稍微思考一下，我刚刚的动作是哪里有一点点做得不好，导致我失误了，因为我一定会在下一次会再呈现一次这个动作，所以我的状况呢，我会稍微想一下我刚刚哪里做不好，然后以及我后面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去多少距离可以去做这些动作，这样子。很快再做一个 recap 对，没错没错。失败的部分做一些快速的调整，这样。那待会剩下多少的时间，多少的距离，能够做什么样的动作？没错，哇，一个 air， 一个漂亮的 boss line。哇，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小朋友的动作，他们对于跳跃的动作其实掌握度都非常非常高哦。这脚上好像有装弹簧的感觉，没错。哇，每个都跳得非常的高，非常的稳。而且跟浪板是黏 TT 的哦。对，都是合为一体。
好，我们的宇浩完成他的 Pass One 的赛程。好，先稳定走完第一趟。是的，看来宇浩还有很多动作都还没有放出来哦。他希望他在 Pass Two 的时候可以把他的动作大招全部都放出来。哇，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欧力板头跳得非常非常的高哦。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 power 的选手哦。是，你看他的 snap 也踢得非常的大，非常的完整。所以像比赛的时候呢，裁判会希望看到有力量，然后完整、有张力的动作。是，对。所以滑水运动它其实有一点点像表演的感觉。对，你就是要让大家看出来，忍不住要叫出来的那种感觉，有那种惊呼的感觉。对对对，如果让不管是评审或者是让观众有那样惊呼的感觉，那分数就高了。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滑水比赛就是一个人的50跟自己比赛，跟自己对抗。对，因为你没有对手。哦、对，同时间只有你自己站在这个浪板上而已。好，我们的宇浩准备进入他的 Pass Two 赛程，加油加油！好，我们哨声响起。好 ，Pass Two 完整的赛道。对。看来先做了一个 floater， 哦，一样再做一次 floater，chop up 下浪，好一个 bottom turn 出来，哇，做一个 ollie grab， 哇，调是180，哇，这个动作他其实做的非常非常漂亮哦，他的板尾整个推到了靠近船头的方向。他已经完成了180的转向，但有点可惜，在转回来的时候呢，板子有点插到水里面了。那可以看到他的180的动作其实非常的有力量哦，完整的转完了，对，完整转完，但回来的时候有点可惜，压到太多的toe side edge， 导致他转回来的时候呢，板子有点插到水里面了。我觉得他滑起来是一个非常有 style 的一个选手，对，就是他的动作都非常的干净，是利落，而且是很敢的去把动作完整的去做呈现。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风格哦。对，有大将之风，就是不会因为说可能参赛经验少或是年纪比较小就会有所惧怕。是。好，滑起来是我觉得非常好看哦，他的动作是非常非常利落。好，还有最后一次起滑的机会，加油加油！还有一点点的距离。宇浩，再拼一次。对，来了，360，有啊！太可惜了。对，最后还是在浪头上，对，有点后倒，往后溜出去了，没有成功的追回来。但没有关系，这是我们的预赛。对，下午还有他们的决赛，相信这些小朋友都会稍微调整一下，决赛会有更好的表现。是，哇，经过预赛的考验啊，那当然也增加一些实战的经验，也不知道今天的浪况啊、天气的情形啊，都还没适应。是的，哇，有点可惜，看到这个180已经完整的呈现出来了，已经做完了，但在转回来的时候呢，不小心插水了。所以在比赛过程中，其实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大家觉得我已经完成了，但是回来的时候有一点点放松的时候，危机就会出现在那个时候，放松的那个时候。好，下一位选手呢是杨莹宁，来自嘻嘻哈哈国际滑水学校，也是我们的雅雅，加油加油！好，雅雅，看到这2年也都有出赛的记录哦，是的包括在去年的台北国际滑水公开赛，在这个女生组的部分呢是拿到了铜牌。是。所以接下来登场的是我们的 Surf 青少年女子组的预赛。登场选手是我们的杨怡宁雅雅，来自嘻嘻哈哈国际滑水学校。杨怡宁，
所以大家会看到选手在进到赛道里面的时候，都会先做几个动作，先去试一下浪的感觉、浪的形状。啊！哇！这时候还没有开始做动作就失误掉了。是的。哇，有点可惜啊。所以在一开始在调整、在测试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去微调我们的。如果觉得浪有点不太是平常练习的状况的话，我们就会去调整一点点的速度。哦，对，让浪型尽可能的去吻合你平常训练的状况，这样子。对杨依林来讲，算是出师不利啊。不过还好，还有2次机会，还好，还没有进赛道，还没有进赛道。加油，慢慢的做，不要紧张。现在登场的是我们的 Surf 青少年女子组的预赛 Surf 组。好，我们的丫丫再次起滑喽！加油！丫丫这一次要更冷静哦。对，没错，要准备进入赛道了。好，我们哨声响起，加油！好，一样先做一个 Air Snap Combo Ollie。一个 Air Grab Slash Ollie 可以哦，动作非常的稳定哦。一个 Air Double Grab， 哇，一个 Ollie 180，哇，这次的完成了，稳的那个再一个360，哇，这2招让大家是大饱眼福哦。哇，非常的厉害哦！虽然在一开始有一点小状况，对，马上就来到比赛的内容当中了。哇，马上的调整，马上的进入状况哦，非常厉害。他的 Pass One 呢，已经有他的 Ollie 180以及 Backside 360的动作哦。再补一个 Air Snap Ollie， 哇！好，我们的这翻点的哨声出现喽。对，跟第一次的失误是截然不同啊！对，没错。哇，对于这个浪况的掌握是非常好，我们看到真的很平稳啊。那不管是做出大招之后，那能够很这个顺利的留在浪板上，我想这也是常年训练的结果。没错。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丫丫，哇，她的第一趟其实就表现得非常亮眼哦。她的大动作 Ollie 180，她的杯赛360的转体。而且转的都非常完整，非常干净，非常厉害。看来一开始的小失误没有影响到他后来的表现。而且相信刚刚这一趟所呈现的内容，应该会让他信心大增。是的，我相信也会给后面的选手会有一点点的压力了。好，看起来我们的丫丫会选择 Switch 开始哦。Switch 的意思就是它的反脚在前做背向滑行。对，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是 Switch Backside 起来，它的右脚前，然后背浪的动作。所以在比赛的过程中呢，如果你有正向的动作，你又有反向的动作的话，其实对于分数上的组合会更好，内容更丰富。对，没错，它的内容会更加的多样。好，先去做几个 carving， 哇，一个 switch ollie， 哇 switch air， 哎呀，有点可惜，在做 switch air 的时候有点溜到后面去了，但没有关系，他刚刚前面有做了一个漂亮的 switch ollie。所以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呢，其实有很多的组合，像是 combo tree 是一个组合，是正向的滑行以及反向的滑行，它都是一个组合的表现。这样，哇，大家可以看到他在做 switch air 的时候 ，landing 的时候留在浪顶，没有赶快的切下浪，所以有点溜到浪外去了，就非常的可惜。没关系，他还有一次的起滑机会，加油！
所以可以看到他在第一趟的时候呢，已经把他很多大招已经放完了，所以他在 Pass 2的时候，他就选择更多的变化的内容进来了，所以看起来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选手哦。基本上在第一趟的分数就已经拿得不错了。是的，是的，是的，我相信已经有符合他自己原本一开始的预期了。好，最后一次起滑一样，哇，再来一个欧力180，有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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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可惜可惜，没办法。对，哇，他选择在最后一趟再拼一次欧力180的动作，但有点可惜，在 landing 的时候呢，重心有一点点的不稳，对，那他的重心就有点流到后面去了。但表现的我觉得非常的好，对，就是他，大家可以看一下 highlight， 还有非常多的 combo trick 以及欧力180跟 backside 360的转向。再来看他几个精彩的重播镜头。是的，好，这个动作应该是欧力180，哇 ，landing 的非常稳定哦，然后再接一个背转360的动作，稳稳的切下浪，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表情，哇，非常的开心哦。对，露出了微笑哦。是的，应该是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啊。非常满意。不过这一次没有办法切下浪的情况之下呢，就从后头溜掉了。对。好，下一位选手是李希杰，来自嘻嘻哈哈国际滑水学校，是我们的 CJ。哇 ，CJ， 是代表嘻嘻哈哈国际滑水学校来挑战青少女的组别。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哇 CJ 的比赛经历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哦。没错哦，另外我们看到在快艇冲浪的世锦赛。那在18岁以下的 West Serve 世界排名第9。好，那我们的 CJ 是我们的 Goofy Rider 右脚在前的选手，加油加油！好，大家可以看到 CJ 觉得浪有点短，所以他选择一点点加速的动作。所以在进赛道之前呢，就是选手去调整传速的一个时间点。对，像他非常有经验的选手，他觉得浪有点短，他在进赛道前呢，就先在调整他想要的速度。好，我们的哨声响起，一个 Ollie Grab， 一个 Air Snap Combo Slash Ollie， 哇，一个漂亮的连招 Air Grab。一个 boss line， 加油加油！好，在这一趟持续下去。哦，一个看来是要尝试一个 no hand three 不摸水的360，不摸水的360。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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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非常有挑战的一个动作哦。好，再来看一下刚刚的重播。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不摸水的360，但有点可惜，转向有点点不够哦。所以360很多动作都有很多呈现的方式，有人用一只手摸，对，有人用2只手摸，它会有很多的变形。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但就是取决于每个人的习惯。对，有些人就觉得，他想要有一只摸水的手去摸水的动作，对。然后有些人就是，他觉得他可以不摸水，其实都可以，对，都可以，都可以。好，我们的 CJ 再次起滑。好 ，CJ 看起来是选择 Switch 开始哦。好，我们可以看到镜头比较远，我们看一下 CJ 在 Switch 的动作。哦，看起来是要出到赛道外了。好，那在看到红色浮球之后，哇，这一段走完了。是的，是的。所以 CJ 选择在他 Pass 1的后段呢，选择 Switch 开始，所以他准备要到他的折返点，要开始他 Pass 2的赛程。现场不管是亲友团还是选手们一上岸就是先保暖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的，这种天气千万不要感冒了。这种温差大的时候，一样记得把自己的保暖衣物都穿起来哦。对，
明天当然还有一天的选拔赛，是，不过明天的赛程，我相信，天气可能还是跟今天类似的，对，应该还是不相对稳定是类似。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 CJ 的 highlight， 做了很多的 combo trick、air snap、slash、ollie， 非常有经验的一位小选手，一个 no hand three。有点可惜，在转的时候呢，转向不够，有点转到一半的时候被浪推回来了。好，我们 CJ 准备他的 Pass 2的赛程。对，有完整的一趟，对，加油加油，好好表现。还有一趟完整的 Pass 2，好好的表现。好，我们的 CJ 应该要进入到赛道了，有哨声响起了，加油！好，我决定，哇，再一次 No Hand Three， 是，哇，有点可惜，转的有点太高了，对，往后对滑走了。是的，是的，有点可惜，有点可惜。但这次呢，他的板子就完整的转完喽。嗯哼，对，只是转的位置有点太过头了。我们再看一次他的动作。哦，对最后哇，有点可惜，转弯的时候呢，板子没有顺势切下浪底，所以在浪底的时候就慢慢的溜走了。这是很多选手都会遇到的状况。是的，是的，是的，就是360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容易转到浪顶，然后就慢慢的溜走了。所以360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进阶的一个动作，是因为它有一个360度的旋转。对，那在旋转的过程中呢，很多细节要去做调整跟控制。尤其要控制在浪板跟是的这个浪的距离跟位置，对，都非常非常的重要，缺一不可。好，CJ 准备再起来，一样一个 air grab， 加油加油！还有，不要紧张。哦，有了，有了，抓回来！哇，非常精彩！哇 ，huge！ 可以看到，哇，成功之后呢，整个信心就上来了。真的哇，这就是小选手的特质啊！对，小选手的特质。前面有点放不开，对，有点可惜。但后面哇，大招一成功了，整个信心就上来了。哇，这趟后面这一段哇，就表现得非常非常的亮眼哦。可以看到，是不是在让我们看来是看大招吗？没有，直接顺着水滑回来了。哇，可以看到他也自己非常开心哦，高举双手，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哦。对，我们掌声再给我们的 CJ 李希杰。对，哇，希杰的一个演出呢，哇，相信让大家看的是很过瘾的。对啊，哇，小年纪的小女生哦，非常非常厉害哦。好，再来看一下，哇，是一个非常。是第一个才尝试的360 No Hand Three， 一个 Air Grab， 慢慢的追回来，这个是完整的哇！我觉得这个动作呢，有可能裁判会给他叫 Alley Oop 哦，有可能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板尾其实有一点点的弹起来喽。哦，了解。对，Alley Oop 的话就会变成是另外一个动作，它会变跳转180，然后加水面的转板回来。是。对，那实际的评判状况呢，还是以船上实际看的为主。没错，但这个动作他就做得非常非常漂亮。对于CJ 来讲，他应该是很满意啊，所以刚刚可以做出这样庆祝自己这个能够完成的一个动作。是的，是的，是的。好，下一位选手呢是我们的陈宇璇，来自嘻嘻哈哈国际滑水学校，我们的 Riona。对 ，Riona 当然已经是获得了这个世运会世运会资格，没错没错，太棒了，对，非常厉害的一位那个选手哦，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在世界滑雪锦标赛在去年的香港 U18拿下银牌。好，我们的陈宇璇 Riona 准备进入他的 Pass One 的赛道。哇，整个节奏感相当好。对。好
Riona 准备进入我们的 Star Buoy， 准备开始他的 Pass One 的赛程。哨声响起，哇，一个超级大的 Air， 对 ，Huge Air 360再来，再来一个，哇，一个 Air Grab， 对，有抓板，哇，可以看到动作非常有张力哦。一个 Alley Oop 有没有问题？再来一个 Frontside 180，水面的180转板。好，Frontside 180 to shuffle， 做了一个水面180加踢板的动作，这样一个 Switch Ollie，Switch Alley Oop， 哇，非常的稳哦。行云流水啊！行云流水，行云流水。哇，自己很开心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啊！大家可以看到他的 Pass One， 哇，这动作非常的流畅，非常的多哦。对哦 ，Pass One 几乎是无懈可击啊！对，真的是无懈可击。我们可以说他的 Pass One 是他的 Perfect Pass， 真的。对，这是 Perfect Pass 的表现。哇，接近完美了。对，接近完美的一个比赛。在场边我们看到，应该也在收看直播，对，所以看到刚刚的表现呢，演出应该是叹为观止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重播精彩的，哇，这个高度非常厉害的高度哦。然后又是接 Combo Trade Air Snap 360 Combo。我看到 Riona 一下去之后，他那个态度从容又自信。没错，没错，没错。大家可以看到，哇，他的动作都是每一个都是做的非常完整，而且干净。哇，可以看到这个180 shuffle 的动作是，大家都在看，对，大家都在看这个精彩表现。刚刚的演出内容太精彩了，那个比赛内容真的是太漂亮了。这个 perfect 的 Pass One， 对，不愧是代表台湾要前往成都对参加世运会，参加世运会的代表。是，好，我们的 Riona 陈宇璇准备进入他的 Pass Two 赛程，选择 Switch 开始，他的反脚背浪开始。对，好，先做一个 Switch 3 ，Switch 的水面360，好，一个 Half Cat Shuffle， 哇！今天怎么做怎么有，超级稳。好，一个 Air Reverse， 哇，救回来了！哇，本来以为救回来了，哇，在最后一刻不小心插水了。啊，可惜。但前面的动作非常好哦，他做了一个 Switch 的360，以及一个动作叫 Half Cap 180 to Shuffle， 就是板子往后旋转180度，以及踢板180的动作。是，哇，非常厉害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在精彩的重播。哇，今天的 Riona， 对，一个 Air Reverse 跳转180加背转180回来的动作。是。哇，其实接近完成了，对，几乎要完成了，已经来到95%对，了，已经95%，在最后一刻不小心插水了。哇，太可惜。对，太可惜了，没关系，还有机会。选择什么动作？哇，看起来是一样，继续选择反脚背浪开始哦。Switch， 对 ，Switch 开始。好，我们的 Riona 宇璇。哦 ，Body Varial， 对，哇，没有问题。Body Varial 跳转180的动作。好，看来是准备要出赛道了。哇，我们也一点掌声给我们的宇璇。真的哇，今天的表现太精彩了。对，哇，除了刚刚那个95%没有完成啊，今天的 Riona 是没有极限的。对，没有错。几乎可以说2趟都是他的最好的 perfect pass。是，我相信带着这样的信心哦，应该前往这个世界运动会，是能够帮台湾拿出好的成绩。没错。我们也继续帮我们这些小选手继续的加油。对，哇，从这个镜头看得出来，乘风破浪就是这个感觉。没错，大将之风啊！真的，哇，值得再看一遍哦。一个 Switch 的360正转360，好，这是一个 Half Cut to Shuffle， 对，shuffle，正转180加踢板180的动作。
啊，这是刚刚非常可惜的 Air Reverse 已经成功，但是最后对，一个哇，水哇！我相信他自己也是非常懊恼啊，怎么会在最后一刻不小心跌倒了？好，那我们看完了在这个青少年的男女的预赛之后呢，这边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要登场的是 Surf 的业余男女组的决赛。你现在不是用那个，你现在不是用那个大声啦？一定要上去了。干嘛？你干嘛？真假的？第一名，比赛第一名。然后康博比较多，虽然没有300多。有。康博比较多。所以你决赛就是本来比输一点，但比 physical 比输一点，其他都赢。因为你是有200-600。所以你看，没有360不一定会输。但是360以后也跟他练起来，因为你是第一个。你不用怕，你就把你自己的动作做好就好，你不用管别人。因为如果你看哦，你今天就算做出手的招，别人做好坏不影响你，并不就是你就只能做你预设好的动作，所以你不用管别人做好不好，你就把你自己做好。如果因为比赛就这样，每个人有些会比赛，有些非常快。如果比赛表现没有差，别人就万一做好坏，你就把你预设做好就好，不用管别人。都没有正常，因为差异不会到太大。对啊。那我这样。就是最后一个主场。如果预赛第一的话，是预赛第2名，因为最高分的时候比赛。那你再不要看别人就好，你就不要看，你就等你就去把它做完就好，好吧？硬着头皮也要做完。像我说的，你不要为了把招做完而急着做，一个一个做好。比起你如果做不完的，如果来不及做的，你就是一个一个把它做在一起。就是这个都很好，有一些慢的动作动很小。对啊，就像我说，你 floater 有时候不明确啊，所以你要动一下，你小半就会觉得你在做。我们刚刚会觉得不知道你在做。对啊，所以像我说，你一个 floater 就要明确停下来，然后这就停下来，要每个间隔。因为你都粘在一起的话，人家看不懂。
很好，就是你要明确，就是比如说我就是做snap，然后回来停，floater 回来停，可是你都全部都太快了，对啊，一个一个，不是说要隔很久，不是说踢完然后等很久，那就不是，就是你要明确一个。
为是你导播台那边的声音串进去。因为我这边现场没有音乐。不是，我这边完全没有音乐，所以我以为是你那边串过，串到那个手机。不是，不要照这样做，好不好？先跟我正好，看到我怎么就是完美。他们女生4个人可以哦，然后加还好你是最后一个，像第一家10个人比较多。好，欢迎再回到114年拖艇划水国家代表队选拔赛。那紧接着要看到的是业余男女的决赛。哦，当然总共会有4位的选手。现在看到的是曾燕琪琪琪。哦，在上午的部分，哦，他也是第一个出赛。那曾燕琪在上午是拿到了第3名，那目前排第3。那排第2的是可恩，那排第1的是法言。哦，这是在上午的排名的部分。那到了决赛呢，是毫无保留啊！我希望都能够做最好的发挥啊，在排名上取得领先。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郑燕琪选手，我们的琪琪，那她之前是我们的微博公开女子组的冠军哦。对。那今年她有点转换跑道来挑战 Wave 的比赛。琪琪是她从小就开始划水喽。嗯哼。那我们来看她决赛的表现。对，加油所以她算是跟你一样啊。对，从这个微博，对，就从微博，然后换色，对，就2项双栖选手，也是一个非常有 power 的一位选手。好，我们的郑燕琪即将进入他的赛道，好放绳，好，先做一个欧里试试看，还没进到赛道。好，我们的郑燕琪即将进入他的 Pass One 赛程，哨声响起，先做一个 Air Snap Combo Ollie Grab，哇，可以看到他决赛的动作就哇做得更大更好喽。再来一个这个那个 Air Grab 跟 Snap Combo， 哦，有点差点插水，不能插水，插水就失误掉了。对，一个 Slash， 然后加一个 Chop Up。先做一个波斯莱，哇，可能没站稳啊！前面想要先试一个波斯莱，
就是 Sportsline 它其实这个动作它是360的前置动作哦，对，他先去原来试试看，是推板头的感觉，哇！可是没有想到在推板头的过程有点重心不稳，大家可以看一下，哇！推完之后板头转太出去了，有点跑到浪外，哇！非常非常可惜，非常非常可惜。啊，就往后滑，对结束了这一趟。然后就会看到，哇，他自己有点没有预想到，有点小小的懊恼。所以我们的宽板滑水跟快艇冲浪其实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对对，那宽板滑水它玩起来呢更刺激，更有速度感。那如果喜欢在空中飞翔，对对，跳的感觉，哎，那他们就会去喜欢玩宽板滑水的运动。那如果快艇冲浪呢，它比较多细节的技巧啊，对，差一点点就差非常非常的多了。所以乐趣不一样啊。对，乐趣不一样，没错没错没错。都很好玩，都很好玩，没错。大家青菜萝卜嘛，对，看怎么选。是的，是的。好，我们的郑燕琪琪选手再次起滑。不过像燕琪或者是我隔壁的祥太，这是小孩子才做选择，你们全都要。对，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部都要。好，先做一个 air。好，看起来赛道是已经过了。对，他 Pass One 的赛道已经完成了。好，那我相信琪琪他在 Pass Two 的时候，应该会去挑战他的360以及他的欧里180的动作。是，对，刚刚其实在做 Bossline 的时候，其实我相信他刚刚应该是 Bossline 完下面就要接360的转向。对，有点可惜，在 Bossline 的时候就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误了，但没有关系，他还有他的 Pass Two 第2趟的赛道。所以严格说起来，这应该是琪琪第一次比 Wake Surf 的比赛，对他第一次快艇冲浪的比赛，但他是在 Wakeboard 宽板滑水上面，他是非常有经验的选手了。对，所以可以看到他在比赛的过程，他其实没有太多的怯场。对他可以把他会的动作完整的呈现给船上的裁判。所以比赛经验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毕竟2个项目虽然有相通的部分，但是执行上面的细节还是截然不同。是的，在执行上细节上面呢，其实会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好，可以看到我们的郑燕琪琪准备他的 Pass Two 的赛道。一样选择他的左脚在前起滑哦。好，准备放绳。好，哨声响起，郑燕琪 Pass Two， 一样一个漂亮的 air 抓板。对。好，360，哇，要来，哇，有点可惜，他的360转的位置有一点点太低了，对，有点转的太靠浪底了，所以他在转向的过程，他的板子的尾鳍有点卡到浪了。是。好，一开始先做 air grab。对，然后接下来挑战他的哇，看起来是要挑战一样是 no hand 无手的360。对，但是转的位置有一点点太低了，所以他在转向的过程中呢，他的板子的尾鳍就有一点点卡到他的浪壁。所以像快艇冲浪啊，其实它也有分2个项目哦，一个是我们的 surf style， 对，一个是我们的 skim style。对，那 skim 就是没有这个尾鳍，对，没有尾鳍的部分了。是的，是的。板子可能也比较薄。对，板子相对的比较薄，然后最主要的差别是它的尾鳍。是。对 ，surf style 的话，它的尾鳍就会相对的比较大一点点。所以2种风格呈现出来的滑行其实蛮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早上我们的苏凯选手，哇，动作是非常非常流畅连贯哦，哇，那个船上的裁判都会快来不及写了。好，我们的郑燕琪琪第3次的起滑，加油加油！最后一次的机会，对，先做一个 snap， 欧力，加油加油！剩下一点点赛道了，决定拼了，要拼一个大招来欧力180，哇，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有，哇，这次他完成了，没错，再拼一个阿雷乌
哇，可惜哇，但没有关系，他前面的欧力180做的非常的完整，非常漂亮，做了一个欧力180哦。一个欧力跳转正向180的动作。landing 的非常的干净哦，它 landing 就是稳稳的踩在浪板上，然后慢慢的转回来。是。好 ，snap， 一个 air grab snap， 这是第一趟哈，这个 combo， 对，非常多 air 的动作，跳跃的动作。一样 pass two 一进来呢，一样是一个 air grab， 最后。拼一个欧力180，哇，非常的完整，漂亮。好，那我相信当琪琪选手他成功他的欧力180，我相信对于后面的选手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压力哦。确实，待会要登场的是可恩那还有法言是，然后下一位选手是我们的孙可恩，来自我们的 YesWake 滑水俱乐部。加油！可恩在去年的全国杯滑水锦标赛业余女子组是拿下了第1名，没有错，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选手哦，我们的可恩。可恩在上午的预赛部分呢是排在第2。是的，那他刚刚在进赛道前呢，选择了稍微降了一点点的速度。对，大家可以看到，非常有经验的选手呢，其实在进赛道前呢，他们会去尽量让。船的速度以及浪的形状调整成适合自己的样子。对，所以他一进赛道前呢，先选择了稍微降一点点速度。好，哨声响起，我们 Pass One 先来一个 Ollie， 一个漂亮的 Snap Ollie Combo。好，选择再加一点点速度。是。哇，一个漂亮的 Air Snap Combo。欧力180，哇，没有问题，回来了，振臂欢呼，哇，在 Pass One 就成功他的欧力180的动作，再一个欧力180 to shot， 再回来，哇，已经要再欢呼第2次，可惜已经踩到板子上了哦，但是有点可惜，他踩的位置有点太靠近板头了，所以他接到的时候呢，板头有点沉到水里面呢，大家可以再看一次，哇，他一个 Air 180。哇，他成功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振臂欢呼。哇，第2次要来尝试，也几乎做到了90分了。欧力180 to shove out， 哇，有点可惜。但其实接的非常的完整哦，他已经完整的踩到板子上了，只是踩的位置有点太靠近板头了。那没关系，这才他第1次的落水而已，那后面还有2次可以尝试的机会。加油，可恩！所以我们看到在琪琪完成了高难度的动作之后呢，其实都激发了其他选手的斗志。没错。所以比赛好玩的就是哇，前面做得很好，那后面的就会想我要做得更好，超过他。好，我们的可恩第2次的起滑。好。看来他的 Pass One 的赛道也差不多快结束了，对，应该要直接顺的走完第一趟哦。对，看来是他的 Pass One 已经完成了，那准备要到折返点，然后开启他的 Pass Two 的赛程。哇，前面2位选手其实都表现得非常好哦，对，大招都是连放啊。现在2位选手都有成功他们的欧力180的动作，那可恩呢现在也在挑战他的欧力180加 shuffle 踢板的动作。对，而且可恩还有2次，对，他还有2次的落水机会，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他的 Pass One 精彩的表现。对，那个漂亮的 Snap Ollie Combo，Snap Ollie， 然后 Air， 然后再 Snap， 然后这个是一个 Air 180，哇 ，Air 180，漂亮。所以会看到选手其实在成功他比较没有把握的动作的时候，他们都会非常开心。对，然后而且是在比赛当中，而不是练习。是的，这个开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没错。哇，可以看到我们的可恩准备起滑，开始他的 Pass Two 的赛程。
加油加油，可恩！我相信他应该会再挑战他的欧力180是 to shuffle， 哦就是欧力180加 T 版的180。好，一开始先选择做 air grab snap 欧力 combo， 哦，一样前面先稳稳的哦，先稳稳的把分数先拿下来。有了欧力180 to shuffle 啊，有点可惜，有点可惜。其实，在做 T 版的动作啊，它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动作。是 OK， 没它的错没错双脚必须离开板子，对甚至让板子踢旋转的动作，然后再去接。对，再去接它好的 landing 啊，对对对，所以其实，在 T 版的动作呢，其实就算是一个进阶，比360再更进阶的动作了。大家可以看到，哇更，想要尝试 T 版，对，哦想要尝试它的180 shuffle out。然后，所以 T 板有很多种类，有 shuffle in， 有 shuffle out。是 shuffle out 的话，就是它的尾鳍一开始在前面，然后把它往后踢是，那这个是我们的 shuffle out 的动作。那如果尾鳍一开始在后面往前踢的动作对，那它就会是我们的 shuffle in。对，所以有 shuffle in 跟 shuffle out。 OK，对，T 板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好，可恩，加油加油 ！Last chance， 相信他会再拼一次哦。对，一定的。一样，先来一个 snap， ollie， 喂，可以，没有问题好。抓回来。对，调整一下，想一下，降速一点点，非常有经验。Last trick， 一个欧力180，哇，有点可惜。是在做欧力180的时候 ，landing 的时候板尾有点插到水里面了。不会，那可能的第一趟其实表现得非常好哦。是，那第一对趟其实就已经打下不错的基础了。是的那虽然是的是的后面2次的尝试都没有成功，对哦，不过可能的第一趟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抓板，哦，对，非常的这扎实。个高度也够高啊，哦那个欧力180加 shuffle out 其实都非常的靠近哦，都差一点点，那个 snap， 欧力。好，所以我相信前面2位选手的成绩应该是非常靠近的、哦。对，没错。对，啊，包括他们在预赛也很接近哦，是的所以真的，胜负很难说哦。没有错。好，那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将会是法言哦，同样也是来自嘻嘻哈哈国际滑水学校哦。对，科法言，我们的 Innis。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法言其实是在这1年才开始比较积极的去比赛。是，对，因为他明年就要出国去念书了。哦，对，那他想在最后的这个时间，然后多参加一点比赛，给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那法言其实刚刚在预赛的时候，在3位选手当中他排第1。是的，是的。所以待会来期待他决赛。是的，刚刚法言在预赛的时候呢，有成功他的frontside180以及背转360的动作，那他预赛表现是非常好的。加油加油！我们的科法言 Innis 来自我们嘻嘻哈哈国际滑水学校。哇，大家可以看到，他其实是非常享受哦，非常享受在比赛的氛围。啊，听着音乐哦，对，摆动节奏。对，我都会告诉我的小选手们，比赛的时候就是去享受这个过程。对，名次不是一定要怎么样，对，但是我希望你在比赛的过程中去学习到，竞赛的那怎么说？要融入，对，融入，去享受，很重要。好，我们的哨声响起，我们的法言，先来做一个 snap slash ollie combo， 好，一个 air slash， 哇，这个 air 就跳得非常有水准哦。snap ollie， air double grab slash， 好，一个 boss line snap combo。有前面稳稳的180
有吗？有吗？有吗？是哇，有点可惜，转弯的时候重心有一点点歪掉了。嗯，对，不然前面的直行其实是非常的好的哦，它的板子已经成功的转向是180度，甚至也转回来了。但在转回来的时候呢，重心有一点点倒掉了，所以导致它在追回来的过程，板子完全的失速了。啊，是，你看，哎，完整的180度转板，对，转回来的时候重心有点太往后倒了。没错，哇，有点可惜，有点可惜，没有关系，还有机会，还有机会，一样，第一个失误而已。所以滑水比赛其实非常非常的好玩哦。对，真的对看起来这个就是看着会让他跃跃欲试、啊。是的，是的，是的。那加上其实我们从上午介绍或者是过去的转播，我们知道这个运动其实是相对安全的。是的，是的，不管是是的。3、4岁的小朋友，甚至到年纪7、80岁的对这个长辈啊，都能够来尝试。是的，是因为我们下水的时候呢，就一定要穿着救生衣，嗯哼，然后加上我们的教练也会开着快艇，随时在你旁边。哦 OK， 所以当你有任何状况的话，我们都可以第一时间的先去做反应。对，所以其实越来越多，无论是青少年或是对我们的 Master 组别，啊，对，是，大家都年龄层越来越广了。嗯，对，等于说3岁到83岁，对，都可以没有问题，试试看都可以来尝试，只要你不怕水。因为我们其实有蛮多学员，他也是从不会游泳，对，但他不怕水。对，其实我记得这个塔塔老师有提到，可恩好像不会游泳哦，对对，所以其实有很多选手他不一定会会游泳，嗯哼，对，因为他一定要穿着救生衣。是，对，然后所以不会游泳也没关系，对，也没关系，不怕水就好。对，其实不怕水对于来参加这项运动的人就很重要了。嗯哼，对对对，因为当你不怕水的情况下，你在水里面甚至在浪板上，你才有办法完整的去控制你的身体啊。对，是因为很多人他会下去很紧张，他会怕掉到水里面，对，而且肢体僵硬更滑不好。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很重要的就是 relax， 放轻松。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法言非常开心啊，跟着音乐一起舞动，选择他的 switch 起滑。好，先放掉绳子，加油加油！他的 Pass 2的赛程，好，哨声响起，加油！来，先做一个 snap ollie， 有没有问题？啊，再一个 ollie， 对，反脚背浪的 ollie。接下来是挑战，哇，防晒，哇，看来刚刚是要尝试一个 switch 360的动作哦，但有点可惜，转的时候呢有点太低了，所以他转到90度的时候，板子被浪板推了回来。哦，确实，哦，刚刚强太讲的非常的详细，我们再看一遍。哇，转的位置不够高，所以他的板子被浪推回来原本的位置。加油加油，还有一次的机会，加油！对，其实我们会希望选手就是去享受比赛，可以看到法言这样的态度，对、enjoy， 对，去把自己会的动作去做呈现，对，享受这场比赛。对，法言也是我的学生哦，难怪你很了解啊，了解，而且你也不断的叮咛他这个部分，没错没错，相信他也做得蛮好的，到目前为止。去享受这个过程吧，加油！最后一个动作，最后一趟。啊，180，哇，有点可惜，转得太大力了。是，不过教练怎么看？你是他的教练，看他今天的这个内容。其实法言他的手其实有一点点受伤，他在前一阵子在练踢板的时候有一点点撞到他的左手，对，所以他原本是打算想要退赛的，但他觉得他都是还有机会，他觉得伤势还 OK 的情况下，他选择继续出赛。我觉得光这一点就很值得给他鼓励了。对，而且在预赛的表现就已经非常的出色了。对，预赛表现非常好，相当平稳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我们看到在业余女子组的决赛，通通完成了。那接着要登场的是
陈伟哦，ED 教练哦，来自 ES Wake 滑水俱乐部。没错，下一位选手是我们的叶成伟 ED， 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位选手跟教练哦。是。好，画面上就看到 ED 哦，过去这2年的成绩，哦，包括在去年哦，也到香港去参加业余组的比赛呢，拿下了第4名。对，非常厉害的一位选手，而且非常有经验。早上的预赛呢，也有成功踢板的动作哦。哦，所以我们可以来期待他的决赛的内容。是的，我相信他应该会再去挑战踢板的动作。好，我们的叶成文 ED 是我们的左脚在前的选手。好 ，ED 来自我们的 ESW 滑水俱乐部，也是 ESW 的教练。好，非常有经验的，在进赛道前呢，先做了一些180的动作，先去试浪型，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而且这些都是一些细节。是的。比赛呢，就是看谁的细节做得好啊。是。对，细节做得好呢，就很容易把冠军带回家。好，进入赛道了 ，ED。一样，先来一个一个漂亮的 Air Slash Combo， 跳得非常的大，来一个360，没有问题，稳的。真的是稳的。好，一个防晒180，没有问题。一个阿雷乌是哇，没有问题。热身，摇起来，小菜一碟，要开始放大招了。啊，防晒180，好，转回来，看来是位置有点要下调整一下，再一次防晒180，哇，拍脑袋，有点小的可惜。看来刚刚应该是要出防晒180的。转板加踢板的动作，但他刚刚在180的时候呢，执行上他觉得有点不太稳定，所以他就选择没有。看来是出赛，有点惊险，有点惊险，刚刚有点出赛道了。对，如果在出赛道的时候呢，如果不小心落水的话，假设你是在做动作的情况下，那如果在赛道外的话，一样会被算一个失误。哦，了解。对，所以刚刚大家才会这么惊险。对，好险，最后对有救回来，有抓回来啊！是的。好，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陈伟 ED 在 Pass One 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落水，而且有做了很多 Air 以及360、180、阿雷 Oop 的动作，非常完整的 Pass One。对，哇，第一趟很顺哦，很顺。哦，其实他在上午结束预赛的时候有来我们的主播台，是哦，也提到他在下午会这个全力以赴 all in， 毫无保留，把最好的呈现出来。对，哇，刚刚看起来是在做欧力抓板的时候差一点点流出去了，他自己也拍胸部，对，告诉他不要紧张。对，好，我们的 ED 准备他的 Pass Two 赛道。看来应该一样会去挑战踢板的动作。好，那个 Air Grab 没有问题。哦，再一个180 to shuffle 没有问题，稳的。shuffle 顺利的完成。好，再来应该会出一个 switch 180，加油，要拼 shuffle 吗？再一个小包吗？没有，选择转回来 ，Switch 3。怎么插水了？哇嘞！怎么会？哇！居然在转回来的时候不小心板头插到水里面了。哇，有一点点让大家意外。对，有点意外，因为这个动作对于 ED 来说应该是非常稳定的一个动作。所以比赛的时候真的是一刻都不得放松。真的。哦，稍微没注意啊，就刚刚骑回来的时候非常的稳定哦。是，但下来的时候哇，我相信他自己也没有料想到。真的，
对，所以比赛好玩的就是你随时不知道自己会发生什么事情，真的就是你每一刻都要非常 focus， 对，非常专注。哦，因为水面的状态是随时在改变。是的，那没有错。对这个注意力要很集中啊。没错。好，我们的ED，加油加油！哦，应该可能这个距离还有一点点，对，一点点的，看看是不是看起来赶快要放大招了。不要插水。哦 ，B spin， 啊，可惜。但其实刚已经完整的接到板子了。对，你看有点可惜，在加速的过程，板子有一点点插水，导致他在执行的过程中接到板子的时候是板子没有速度的状况。哇，最后就往后溜了。来看一下 ED。好，一个180，然后再接一个踢板的动作。是，哇，下喽，非常稳哦。好，这个动作是一个 Switch 3回来的时候呢，有一点不小心的插水。啊，就是这里。对。好，那看完了 ED 的公开。这应该说业余男的决赛之后呢，那待会压轴就是公开男子组的决赛。那当然最受瞩目的3位选手，包括我身边的祥泰教练，待会也要来到公开男的决赛，没错，来帮大家呈现今天应该是最精彩的一段了。没错。那也谢谢祥泰老们的主播台，那待会的比赛好好加油，没问题。我们待会透过镜头来欣赏你放大招的英姿，没有问题。那我们等一下看我表演，休息一下，再回到比赛现场。好，谢谢。好，会再回到比赛的现场。好，那我们看到，接下来会是在这个青少年男女的决赛。
好，我们画面上看到洪安，哇，从刚刚的这个预赛到现在啊，还是想要一开始就放大招。哦，那第一趟呢是可惜哦没有完成。哦，那当然还有2次的机会哦。好，再来看一下，哦，他的策略非常的明确，哦，就是要做360，但是还是溜掉了。好，再来看第2次，再来尝试。一样，再一次，这一次有没有成功？哇，我几乎完成90%了，但是最后没有办法平稳的站在浪板上，还是落水。哇，不过第2次比第1次啊更接近了。我们再看一下。啊，转过来之后，哇，板头稍微吃水，最后不太稳，哇！好，第3次的机会。好，来看一下第3次的尝试。好，最后一次，来看看能不能完成360呢？那在这一段的转播，我们请到的是ED教练啊，一起来跟我们看最后哦，不管是在这个青少男、青少女，还有这个公开组的最后的决赛。那刚刚ED 教练表现真的只能竖起大拇指啊，果然没有说谎啊。在上午的这个访问，你说到了下午要开大招，下午应该滑的是自己应该算满意吧？还行，这么谦虚，还可以再更好，还可以再更好，对不对？因为这当中其实好像有一次做一个360回来，是不是一个不小心的失误？有点微踉跄，微踉跄。对。不过整体来说，其实下午的这个决赛的整个内容比上午又更进步了，好一点点哦。OK， 所以在今年的国手选拔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应该60分吧，60分而已啊，所以等于对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啦。对，那当然也希望ED教练在接下来的比赛能够更顺利。那当然你负责的这些学员们的表现呢，也能够跟你一样精彩啊。怎么样说呢？就是这么精彩。还好，下午有比较放得开一点，比较放得开啊。哦，确实。哦，尤其在第一趟，第一趟是做的非常非常的完整哦。对。但有一点没有好好尝试好，有一些就是第一趟就要做的大招没有做出来。是。对。早上的浪况跟下午有点不太一样。怎么说呢？因为裁判有变轻。对，所以浪情有点不太一样。是。但这就是选手要自己临场去发挥。没错。好，第3次的尝试啊，来看看阿狗的第3次尝试。对哦，他也要做360哦。阿狗学应该一阵子而已，他学的时间很短。非常的活泼。好，有吗？啊，没有，很可惜没办法。
精神值得嘉许啦。对哦，对连续3次都是要尝试360，但是最后还是没办法成功。对，因为这就是鼓励大家是多参加比赛。对，就算只有学一阵子，也可以比赛。好，透过比赛的经验，然后慢慢的学习磨练。对，一方面是看人家怎么滑，对，去看更厉害的人怎么去滑行，是，对，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对，阿狗这边前脚伸太直了，对，哦，这个动作需要一点压缩跟释放，就要用到我们的膝盖。对，所以阿狗还可以再多练，但勇气可嘉。对。好，这边接下来轮到我们青少男子组的第2位选手，我们的 Marcus 刘宇浩。早上的表现没有特别好对，可能有点紧张，然后天气有点冷。对，看一下接下来决赛的表现会不会好一点。好，宇浩来自 ES Wake， 来自我们华人部落的 Marcus。对，不过都是非常年轻的这个青少年朋友了。对，这些就是滑水未来的栋梁。都是我们的小种子啊。对，来看一下我们的刘宇浩 Marcus， 然后宇浩去年有参加我们 CWSA 的 Candy Cup。对，Candy Cup 是拿下第3名。那另外在全国的滑水锦标赛是拿下 U14的第2名。对，也是一样。我们去年在 ESWay 举办的全国杯滑水赛，都有蛮不错的成绩。那希望接下来这个决赛可以看到他的表现。好，这边开始起滑，准备进入赛道。我先习惯一下浪型。比赛场地跟平时练习的一定会有一点差异。对，一方面是船上坐的人数，一方面是环境。微风运河这边的场地算水面很平稳，对，然后但是跟平常在你们的基地的训练差别在水深。水深。对，那水深的话，水够深，浪型就会漂亮。但这边比较浅一点点，所以浪型会相对小一点点，但都还是可以滑。因为早上也看很多高难度的动作好，这边做了一个浪上的转板 snap。好，浪线有点滑，可能要调整一下。好，这里做了一个 air lip slide， 往背转的90度，做一个360的尝试。非常好，稳住。有打破早上的阴霾。frontside 的180，可惜最后 frontside 的180没有顺利完成不过刚刚确实把他上午应该说稍早的一些状态做一些调整。对，没有做出来的有做出来180的话动作很完整，但最后收尾的时候压到他的脚尖了，有点可惜。Ollie 很干净很漂亮，有看到他的 fin 张力很好。这边上浪做了一个 snap 往正面我们面前转的 frontside 的90度。好，这里是一个往背转的 backside 的90度，叫做 lip slide。360，非常好。动作很完整、很稳定。好，我们来期待一下他的第2阶段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表现。光是在第1阶段呢就已经突破先前的一些水准了我相信第2阶段他能够更勇于尝试对，压力会小一点后面的选手有压力咯。对反倒是压力丢给后面的选手。其实预赛滑得不好的时候也没关系，是我们出场序会往前挪，那反而压力会小一点点对，好，只要对得起自己平常的练习就好了。好，Marcus 平常都不怎么讲话，真的对，就是很成熟，很成熟，对。比赛的时候也感觉不到他会害怕、会紧张，就是喜怒没有写在脸上。对，很成熟的一个小孩子。这样的小朋友其实蛮难得的。大部分小朋友可能情绪是比较外放一点，对，然后会比较难控制情绪这样。对，
马克思就很内敛，应该是个 I 人啊。I 人是不是？对，是个 I 人。我们早上还在聊说，大部分从事这个运动应该都是 E 人为主吧，因为都想要秀自己啊，然后想要让大家看到。不一定，像我也是 I 人，像你也是 I 人，对。可是我刚刚看你在表演的时候像 E 人呢。对，这就是长期下来的训练，是，因为毕竟当教练要接触很多人啊，你就会训练自己去 social 啊，是对。但相对来说，这种运动还是很热情的。对，没错。对，但我自己情绪是很稳定的啊，了解。好，马克思第2阶段这边开始起滑，留神，准备进入赛道。好，正式进入赛道了。做了一个浪上的停留 floater， 然后 ollie 下浪 chop up， air 很好，再慢。Air 抓板，对，180的尝试，可惜往后溜了。好，刚刚马克思做了一个速度上的调整哦，但是可以看到他浪尖已经完全花掉了。那个时候的话，我自己建议会是要做加速的动作哦，做加速，对，不然会觉得你的后脚会被浪拖着。那个推力反而更弱了，对，看等一下能不能跟船长沟通一下，调整一下船速，还有最后一次的机会，对啊，可以看到浪的后段已经完全塌掉了，那就不会有推力了，对，希望可以马上发现这个问题，去跟船长做一下改正。好，所以我们比赛其实比的就是选手的临场反应跟心底的状态。对啊，对于整个浪况的掌握，没错。有没有那种一站上去就知道哦，这是我的浪啊？感觉。对。那相对需要的就是经验的累积哦。是。好，马克思的最后一次尝试。看来刚刚是没有调整速度哦，浪型还是一样有点塌。好，希望。可以，已经结束了吗？哦，赛道已经结束了。对，好，很好，今天有做出他要的360的动作，180有点可惜。好，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几位小朋友的表现。让我们恭喜马克思完成他的赛程。好，上一下我们的第3位选手，我们的。Dexter 应该是我们的郭禹锡，哦，对，第3位选手。好，这个抓板 180位置有点高，可惜可以看到现在的小朋友都很厉害了。基本上他们学习的这个速度很快，非常快。这边是洪启瑞先吗？好，我们确定一下。好，接下来是我们来自西西哈的启瑞。好，启瑞要先登场了。启瑞早上的表现。我们是郭禹锡选手，是我们的 Dexter。好，禹锡，好，有也是来自我们 Yes Way。禹锡的 Dexter 他的动作张力非常大可以看到他跳得非常高。对，禹锡在去年全国杯的 U14拿下了冠军。对啊，上次有去香港参加比赛真的是跳超高的，跳超高的，真的跳很高。OK。来期待一下，现在小朋友都很厉害，因为教学已经大进步了。是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全部都是自己摸索的。对，但是因为现在的资讯很发达，然后又有国际的交流，没错。当然，教练这边得到的资讯越来越多，当然也可以传授给这些年轻的小朋友们。非常大的欧力，对，吓死人。做了一个 snap。
加速上浪，一个 air， 哇哦 ，huge， 对，好，再一个 lip slide。哇，其实从刚刚的这个预赛，这几位小朋友跳跃的动作都做得很好，哦360 360没有完成，哦，有一点点速度太慢哦，带一点往前的速度会更好。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做一下尝试。哦，跳得高这件事情，在评分标准里面对其实吃很重。哦，OK，对，在评分标准有一栏叫做 intensity， 是就是我们动作的张力。对，啊，这边360压到了一点脚尖哦，所以有往浪上跑太多了。好，等一下可以及时的修正一下。好 ，Dexter 的第一阶段，第一次跌倒，应该赛道剩下不够他继续做动作了。对，那可能要来到第二趟的完整的赛道。对，那我们这边就等待一下，应该后面不会再做尝试的，保险的话。这时候就可以好好看着镜头，是打个招呼。对，做一些比较帅的动作跟表情。对，合理的去运用自己的赛道，也是选手的功课。嗯哼。哦，这里做了一个 air 抓板，在所剩无几的赛道，再帮自己加一点点分。好，笑得很开心哦。对，真的，很平稳的把第一阶段给走完。对，好，第二阶段希望可以再做一点更大胆的尝试哦，都决赛了。对，都决赛了，决赛不做就没机会做了。没错。好，我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雨势其实蛮大的哦。是。对。那本来以为下午雨势可能会减缓，不过还是一直在下雨，还是一直在下。但我觉得威慑比较不影响。哦。速度比较慢。那明天可能。明天微波的话，最好就是希望不要下雨。真的。对，不然就会像骑机车没戴安全帽，脸会很痛，像在打水飞梭一样。是。滑完可能粉刺都没了。真的，都已经清完了。皮肤变得很好这样。好，我们 Dexter 的第二阶段，他的 Phase 2， 看一下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现。好，进入了浮球，一样做一个很高的 ollie， 加上抓板的动作。对 ，chop up， 哇哦，很明显的比其他选手高很多。ollie 180，对，这一次成功了，轻描淡写。哦，这边做了一个 air 180，跳的位置不一样哦，可以注意一下。air 180都完成360，可惜滑掉。哦，前侧转得很好，身体的后侧可以多转一点点，右手留在水里太久了，对，非常可惜。还有最后一次的机会，好，现在180都出了，哦，看360跟阿迪乌有没有办法做出来？对，哦，这是刚刚180，错，这边360的尝试，右手转得太少了。好，脸上还是挂着笑容哦。是哦，这很重要哦。好，最后一次好好的享受比赛。对。好，流
生。好，这边赛道所剩无几，赶快。对，看一下距离，有，跑起来，开心的，再抓板，阿里乌吗？没有，来再做一个180，这比个6啊！真的是哇，甩到6啊！心态很强啊。在最后的一点点赛道浪还没成型的状态下就去做尝试哦，还真的被他完成这个动作了。没错。后面的2位选手，哇，压力山大了。真的。这个 face 非常的完整哦，而且有3个对，在这个阶段难度比较高的动作。那相对的，它的 difficulty 跟 variety 就会拉得很高哦。了解。对，而且它的动作是很流畅，而且动作很大的状态，那就等于说基本的4个评分项目它都拿到了。所以后面的选手也要拿出非常之好的表现，才有办法赢他。哇！看看最后这一趟的内容啊，太丰富了。对，它可能只有 execution 就是完成度的部分会低一点点，是因为板子转的没有那么完整，但相对来说完成度是很高的。而且它的 intensity 跟 difficulty 还有 variety 都很多，因为正转、背转、跳转它都有。相当开心呢。好，接下来换我们的奇瑞，来自嘻嘻哈哈滑水学校。到奇瑞了。早上的表现非常好其实。对，奇瑞前一趟在预赛。对，跟去年的他比，去年很紧张。对，去年的表现没有到很好，但今年看到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我们看到在这2年啊，奇瑞其实赛事的经验也很丰富哦。对，而且换了一张很酷炫的板很炫炮。是，这张是 SoCraft 的 Chico， 我当初也很心动。对，因为很帅，真的帅，真的帅。上面是卡泵的，哇，碳纤维的，很帅。好，奇瑞的第一趟。看起来心态很好哦，没有非常紧张的样子。好，这边应该要进入赛道了。好 ，Phase 1开始。好，需要调整一下浪型，做了一个 knee down。snap，ollie， 动作有点变小喽。ollie 抓板有点可惜。感觉浪太大，想要调整一下。好，欧里很好，这个后脚就抬起来。上浪做了一个 air， 有点危险。加速上浪做360，nice，下来非常没有问题。奇瑞的节奏比较慢一点哦，一招一招很稳健。好，第一阶段结束，对，稳稳的4个动作。看到每一位选手的风格都不太一样。没错，对，有些人就是求稳定，对，有些人就比较自由奔放一点，速度很快，动作很大，这样。对，可以说是风格很明显哦，完全的不一样。奇瑞稳稳的拿到了一个高难度的360的动作，snap。有点小危险，欧里。下午的感觉比较有点比较收敛哦。没错，对 ，air 干净。然后再一个360，很完整，很完整。是。好，欢迎再回到我们的主播台，来谈一谈今天的策略。今天好像非做360不可，是吗？是，来谈一下。因为我本来就滑没有到很久，没有到很久，因为本来想说不会那么多人，对，想说那进来那么多人，就是直接放大招好了，直接放大招，对，看了会不会成功这样。不过其实在这几次的尝试当中，应该有1到2次几乎要完成的，对不对？对，可是可能因为比赛因素太紧张，所以太紧张就没有
做完整个动作，就是没有追到浪。是。那平常在练习的过程当中的成功率如何？没成功过，没成功过，没成功过所以今天直接比赛还是来执行。对，勇气可嘉，勇气真的勇气可嘉啊！那会不会觉得在比赛当中，其实刚刚有好像第2趟吧，第2次好像几乎要成功了，有没有觉得很可惜？有，也觉得可惜，也觉得可惜，对不对？对那你觉得这样的来参加比赛的经验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帮助？让我可以在生活中更自信一点，更自信一点。对。哦，那你学习这个运动多久？2年多一点点吧。2年多一点点。那当初为什么会投入划水的这项运动？因为本来我打羽球，可是我觉得羽球可能不会有，就是太多人玩了，可能不会有好的大学，所以我就因为刚好我跟苏凯是同班同学，跟苏凯是同班同学，对， okay 所以他就推荐我来滑水，是然后我试试看，我也觉得一开始觉得蛮帅的，对，所以真的帅，是真的帅，所以现在是爱上这项运动了。对。哦，那每个礼拜花多少时间来练习？最近是每一天。哦，最近是每一天。对 ，OK。那ED教练给他什么样的建议？阿狗的微 serve 还要再加油，那你看能滑的时间不够长，但明天要比微波吗？对。哦，我看微波蛮厉害的，我有看到有360的动作哦，谢谢。跳浪的360，希望明天可以看到，哦，继续加油。哦，所以也是2项都并行，对，双栖啊，双栖选手。那这2项当中，你觉得最大不同的点或乐趣在哪里？我觉得一个比较刺激，一个比较需要就是多练习细节。对，比较刺激的是哪一个？微波。对，然后因为飞来飞去，速度感十足。速度感，对。但是在这个 serve 的部分，当然有更多细腻的技巧在里头，对不对？没错。是，所以2项都要加油。是，好不好？那谢谢你来到我们的主播台，也希望未来真的可以跟凯凯一样这么厉害。好，祝福你。好，谢谢。好，那么镜头呢？再回到比赛场上。好，奇瑞的比赛结束哦。刚刚 Phase 2有做一些很 Air 的，然后一些 Combo 的尝试哦，动作也是一样蛮大的。我们来看一下回放。哦，有做了这个 Air 抓板，动作很大。加速上浪跳抓，双手的抓板，去多拿一点分数。下浪有点危险，没有追回来，可惜。好，接下来轮到我们的最后一位选手，来自 ESWAY 的浩哲，我们的哲哲。哲哲早上是用了很多的动作组合哦 ，combo 拿下了第1名哦。虽然说他有做360尝试，虽然说没有高难度的动作，但是因为胜在他跳得高哦，然后各种的抓板，对，那会去把他的difficulty 拉高，对，因为它有很多的并在一起的动作，对，所以有的时候 combo 很重要哦，不是只有大招哦，是，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下午是否可以维持他的表现。我们的浩哲准备出发，好，面带笑容，我希望能够很享受最后决赛。对。刚刚安桑有跟他稍微聊天一下，沟通一下，问他一下今天的感觉如何，这样。对，因为他去年也是很紧张，哦，去年动作都不敢做。那今年呢？你觉得他进步很多，表现的 OK， 对，进步很多。那接下来国内还有几场赛事，我们都希望可以继续看到这些年轻的小朋友。每一次都是一个吸收哦。我想这小朋友吸收能力太好了，所以希望都只要有比赛，在允许的情况之下都能够来到这个现场啊。对，他们可能1、2个月不见又进步了很多。真的光身形都不太一样。对，一个欧力，有点不会吧？真的下去了。可惜有点太急了，位置没有抓得很好，位置太低了。好，可能浪型跟刚刚也有一点不一样哦，所以还要习惯一下。好，来看一下啊，所以这就说明了在进入浮球的这段时间要赶快去掌握一下今天的浪况是怎样。对，在进入浮球之前这一小段，就是赶快尝试一下，来做一些小跳跃啦，或是做一些 snap 来适应一下。抓着绳子的时候，去找到自己需要的资讯在哪里。
对，刚刚 ED 教练提到一个重点啊，抓住绳子的时候，资讯在哪里？对赶快要建入你的资料库里面。没就短短错的这可能5秒、10秒的时间，对就要先把这个模型 model 给完成了。对，就是会看到我在开始的时候会去做一些转没错没错板跟是跳的动作，去是试踩一下浪。我知道我等下跳要多大力，最后面在哪里，最外面在哪里，对，最上面在哪里。如果小选手没有听得很清楚的话，可以回去看重播。ED 教练在比赛开始前的这一段，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对，就是去掌握自己需要的资讯。对，那这就是比赛经验。对，对，哦，其实在这一段就是可以多尝试哈。没错。好，丢绳 ，Phase One 的第2次 ，Snap， 好 ，Floater。Chop up, deep side, air， 哇，有这一次的 air 还不错，在一个抓板 ，indie grab and mute， 哦，都是不同的抓板哦，很好。Phase One 有把分数稍微追回来一点点哦。好，现在等待我们的第1赛道结束。好，稳稳的走完。对，现在 Phase 的 One。很好，很好。嗯，对，没有一开始有出现失误，但是对马上做调整，所对，以马上修正。接下来的这一趟啊，其实非常完整，那各式的抓板、跳跃的高度也都表现相当精彩。对，前面有先用一些相对安全的动作去抓一下。哦，这个我们刚刚踢的位置在浪的一半，就太低了。对，那他第2次起滑之后，就有用一些比较相对保险的动作去确认一下浪。所以就是说要去得到他自己想要的资讯。这边 Air 会开始发力了，找到对的资讯之后，就可以很勇敢的去做动作。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2趟的表现。这边浩哲起滑了，对，浩哲就是这个时候抓着绳子的时候，对，千万不要吝啬，真的要赶快好好的利用。对，要赶快去跟船长做调整哦。好，第2赛道开始一样哦，一个 air mule grab， 板头拉得非常高，对 double grab，double grab，Truck driver， 哇各式的抓板都来了。后手抓板头，哇，我发现这些年轻的小朋友啊，很会蹦蹦跳。对，跳跃能力都很好。Ollie snap， air snap ollie 的 combo，chop up and floater ollie combo，snap ollie combo。都是 combo， 各种小 combo，360，360来了啊！这次尝试有点可惜哦，离浪太远了。在我们往前进的时候，尽量不要往外走。可以看到泽泽很沮丧哦，觉得自己有机会，但是没做好啊。对，很好很好，就是要有这种去争啊，去争的心。对，有这个想赢的心是很重要的。确实啊，这也是能够成为顶尖选手。赢的欲望很重要。千万不要怕竞争。对，竞争才会大家一起变好。确实，对。可以看到泽泽的第2个阶段很卖力，做了很多 combo， 可以看到他这个360往外走太多了哦。对，直接往浪的后头去了。当旋转的时候，这个圈变大，那我们的身体相对轴心就会歪一点，是，那成功几率就会降低。好，我们的男生的决赛已经结束了。对，接下来要轮到我们青少女。青少女今年很竞争哦，很好看，比赛强度很高。是。好，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第1个出场的会是谁。不过从刚刚青少女的部分呢，这个 Riona
宇璇的表现真的非常非常精彩，几乎是完美了。他今年的进步幅度好大啊，确实哦，小朋友真的学得很快。第一位看来是好的，我们这边稍等一下哦，他们要去做一下选手的排序。好，我们看到了，第一位是 CJ 奥迪西杰。哦，哇，比赛经验也是很丰富哦。对哦，不管在台湾哦，在香港啊、都有出赛的经验啊，当然都是Junior 的阶段啊，来自嘻嘻哈哈国际滑水学校。是我们右脚的选手哦。好。是，接下来是我们青少女的决赛，青少女的决赛。那第二位应该会是杨怡宁，那最后登场的会是Riona 陈宇璇。好，我们看一下 CJ 能不能把他的成绩再拉上来哦。早上有做360的尝试，很可惜到第3次才成功。那如果这次前面就能把握的话，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挑战更多的动作。对，所以预赛其实就是试试水温，对，试试水温，试试水温。对，真的，因为每个地方的水况啊、船啊都不一样，开船的人也会影响。那场船上的重量也会影响。没错，这是很细节的部分了。像现在船上就少了大概60公斤吧，少了我跟祥太两个最壮的。所以下午的浪有变小一点。对，调整船速加速。好 ，CJ， 好，这边一直在做浪的尝试哦，上下浪欧力。非常好，去马上的进入状况。好，准备进入他的第一个赛道。奥利抓板 ，Air Snap Slash Combo， 奥利4个动作的 Combo， 连续4个动作，Air 抓板 ，Air 加 Lip Slide。好，要做大招了吗？加速做了一个，看起来是要做阿里舞。板子这次有很明显的弹起来哦。好，有点可惜，没有手的阿里舞。但其实早一点学没有手的，我觉得好处蛮多的。哦，为什么？对，因为强迫我们自己的身体一定要往上。那学到后面进阶的话，对于后面要踢板啊。要做大招的时候，会有很好的帮助。是，对，所以不管你有用手还是没有用手，最终都要回到就是身体往上的这个原则。可以看到下午的动作利落很多，combo 一直出，对，连续4个动作 ，Deep Side， 哇哦，好，第一赛道的第2次起滑。
Ollie。好，一样来一个哦。现在让自己进入状况哦，因为第一赛道所剩无几。这个时候就是不要跌倒，做一些保险的招，再确认一下自己手上的资讯有多少。现在看到这些小朋友台风都很稳健哦，是，对，都没有很紧张的感觉。哦，可能也比赛经验丰富了，没错所以也不太惧怕。慢慢跟教练也在场上看。用力抓板，air。snap snap combo slash ollie 4招连在一起，真的 air 这边应该是要做一个 slash， 然后加上 leap slide 3个动作。好，接下来 CJ 要进入我们第2赛道。完整的第2赛道，这边做了一个 switch 换左脚在前的起滑，左脚背浪。switch 的 ollie 很高。switch 的 air， 哇哦，比早上好多了。对，真的。switch 的 snap ollie combo。Daddy Barrel， 哇，其实动作很完整哦。如果他在开始的时候稍微靠浪靠紧一点的话，板子就不会往浪上跑咯。是，有一个小诀窍，就是靠上浪的时候，把你前脚的脚跟稍微往外推一点点，这样板子就会落在脚的下面，就不会像这样往浪上跑了。对，有点可惜。前脚的脚跟，对，稍微往外推一点点，再往外推，对。成功率就会大大提高。好，调整一下呼吸，调整一下情绪，还有最后一次的尝试。好，现在正脚的360还没出来。是，对。第2阶段的最后一次起滑，赛道应该还有1半多一点点哦。应该剩下最后一次的机会。对，最后一个动作烫了哦。对，赛道看起来快没了。所以赶快做啊！可惜爆头了，还是溜掉了。对，一样哦。他的左手后手可以再转得多一点点，圈就会变小一点。圈变小一点。圈变小的话，就会更有效率一点。对。好，我们再看一下。这边 switch 的 air 往板子稍微离开水面，往干净。switch 的 snap 加速，再接一个 ollie combo 的动作。可惜，非常的可惜。很好的尝试，很好的尝试哦。最后的最后，还有这个心情去拼大招哦。对，这就是勇气可嘉了。好，那接着轮到的是杨怡宁来自嘻嘻哈哈国际滑水学校，我们的第2位青少女的选手。好，来看一下杨怡宁。这2年在台湾在青少女的部分呢，也有拿下好的名次啊。这是左脚在前，看一下，这应该准备要进入赛道了。
红球就是进入赛道。Air， 哦，有点危险 ，Snap， 赶快再抓回来。Ollie， 哦 Air 抓板对 ，Air 抓板 ，Slash，Ollie combo。Air double grab， 哦，勾到水，对，可惜板头下沉了。对，板头插水，脚跟有点勾到浪。好，再看一下，Air 双手抓板，对，双手抓板，下浪之好，后，啊，然后上浪再做一次 covering 的时候，勾到了水哦。这边 switch 起滑做了一个欧力跟，哇，有一点站得不稳哦，对，人往后倒了，可惜。哇，这一次，好，那我们的第二位选手，他这样子剩下一次跌倒的机会了，对，比赛就会结束了。落在太后脚了，前脚完全空掉了，很可惜。好，希望他第一个阶段接下来可以克服一下。是。好，好，那完整的这个 Pass 2，对，加油加油，克服一下。决赛或多或少都会有压力，一定会有。这时候就是跟自己沟通的时间了。对，哇，一点点的小喘息，啊，紧张难免啊。当然是透过一次一次比赛啊，经验更丰富，其实你的紧张感就会消失哦。没错，然后去克服这个自己的情绪哦，慢慢跟自己沟通，然后就会拿出更好的表现。失误都是没关系的，对，一定会失误哦。每次失败都是让我们更强大的一次进步哦。动作很好，就算他前面有插到水哦，他还是很勇敢的去把动作做出来了。对，有时候就会像这样啊，是，老天爷总会跟你开个玩笑，哇，突然就插到水了，就有点像你的状况。对，我刚刚也是，对你刚刚那个大家，我跟祥太两个人突然惊呼：怎么会？做完动作，哎呀，怎么会？啊，可是那个应该有算动作完成了，因为我是加速的时候才摔的。有时候就是会这样，突然不知道不经意哈，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个浪，板头就插下去了。好，第二阶段 H2 一样做一个 Air 的尝试 ，Snap Ollie combo 稳稳的，非常好。好 ，Air 抓板，又救回来，很好，有点插水哦，没关系。Air double grab 靠好浪，靠好浪。
欧里180，回来 nice， 哇，但，Good job，干净又漂亮哦，这个动作。哦，又是一个双手抓板 slash， 还有时间，挑战一下180。哦，站回来，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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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可以，再来，再来，哇，回来 pop， 很棒，坚持不懈。哇哦，好，应该第2次赛道结束喽。是，很好，很好，哇 ，Phase 2 Standing Pass， 站着把 Phase 走完了，哇，非常好，这就是选手扛过压力之后哦，就会得到一次升华，很棒，很棒，好好记住这一趟的感觉，没错。那即使在过程当中有一些惊险，然后但是他能够起死回生，等于是有点像在悬崖的边缘啊，但是又站回来，就超越自己了，超越自己一次了，很厉害，很厉害，真的。有时候我们大人其实都没有这么坚强哦。对，哇，几乎感觉要摔水了哦，但是他能够把这个危机化成转机了。对，没有放弃了，我是拼命的把机会抓回来了。看一下这个欧里180的动作，很干净，对，站得很稳哦，身体都没有任何一点歪啊。再做一次 Air Double Grab， 最后一个尝试不知道是想做什么，对，但他还是有把动作完成。哇，这是刚刚最惊险的一段啊！不要放弃哦，就回来哦。好，接下来是我们青少女最后一位选手，对，压轴哦，宇轩，我们的 Riona。哇 ，Riona 在刚刚预赛的表现啊，哇，太出色了，哇，几乎是完美哦，几乎完美，对。经验非常丰富哦，完全都不害怕，很有自信，很从容。好，进入赛道。第赛道开始传输，非常的高哦，这么高的动作非常有张力，360，马上360来一个，哇，轻描淡写哦，是 Air Double Grab。双手抓板哦，好，要发招了，可惜哦，板头压得太少了，很好很好，动作很完整哦，就是落水落地的时候有点不稳，重心跑到后脚了。好，再来看 Riona， 对，这边 landing 的时候 land 在右脚上了，对，那 fin 勾到水就会开始自己转哦。对，所以就会导致有点大滑，就滑倒了。我们青少女的最后一位选手是，那当然在青少女过后，今天的压轴公开男，没错，3位选手就要登场，很刺激哦，真的。最好看的就是这一 part， 强对决，等了一整天，终于轮到我评你们了吧？是，所以担任赛评最享受的就是这一刻吗？没错，好，换我坐在这里讲干话，好开心哦。好，Riona的第2次起滑。180，很好，位置非常的好。奥利，看来是没有要做踢板的尝试哦，赛道应该不够。对，也跌倒了1次了哦。稳稳的走完。没错，把机会放到第2次的赛道来做尝试哦，很聪明的选手。对，所以选手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当下自己的状况。还有多少摔，还可以摔几次哦？对，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做？还有什么还没做？还有什么可以做？什么成功率比较高？是，
对，当下其实就是在跟自己一直讲话，一直讲话，而且要了解自己啊，善用自己的优点哦。我是今天什么状况最好，我特别来展现给大家看。对，我今天的让我做什么会比较舒服，会比较有自信。我刚看 Riona 的这个高度，很会跳哦。对，不输男生哦，身体拉得很高哦，让他的脚也可以带上来非常多。180这个位置停得非常好，很完整的去运用到整道浪。好 ，Riona 第2个赛道。小选手在比完赛之后呢，互相分享一下心得。对，互相交流也是比赛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看到岸上都是因为大家平常遇不到，对，不一定是同一个每个俱乐部遇不到，有去聊天啊。对，比赛就是大家同学会的时候，对，像一个 party 的感觉。没错。好，Riona这边第二个赛道，先用 switch 的起滑，右脚在前。Switch 的 Ollie， half cap， 360，这个板头吃到水了。他们 Riona 还有最后一次的机会，很可惜哦。看起来有点沮丧哦。好，稍微思考一下怎么调整。half cap 其实压得很好，回来的时候板头有点往外带了。离开浪之后，成功率就会降低很多。那 Riona 也即将要代表台湾前往成都参加世界运动会。到时候可以继续对，为这些小选手们加油。届时应该会有转播当然也希望这次的转播能够来看我们3位这些年轻的小朋友来到成都的世界运动会展现自我。Riona 第2赛道应该是只剩最后一次跌倒喽。对，好，看来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表现？Air， 先一个 Air，Huge Air， 先拿一下基本分，180有点站不稳，可惜。不要急，不要急，压好踢板，稳稳的，漂亮。哇，这次的踢板成功了，笑出来了哦，真的如释重负，是很好。看到我们这些小选手一次又一次超越自己，克服住这些压力哦。在做完了180踢板之后，很开心哦，要回马斗了。对。好，这样我们青少男女组的决赛就告一段落。是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10分钟的休息，然后要更换裁判，进入我们今天最后的公开男子组的决赛。对，非常的精彩哦。同时，待会我们也会有访问待会会访问到的是凯凯那请凯凯来跟我们聊一聊他今天在上午比赛的一个过程，以及接下来对于这个世界运动会的准备，以及他要参加这个顶级赛事的一些心情那在这边，我们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10分钟，我们待会不管是访问还有公开男的压轴马上回来。
那必须。啊？嘿嘿嘿嘿嘿。还有摇头。
欢迎您再回到微风运河的现场，在今天的压轴呢，就是公开男子组的决赛。那首先登场的是肖祥泰教练。哦，在上午的比赛啊，他决定每一趟都是大招先的。啊，对。在决赛他应该也是这样。对，说不定是种战术。对，想要决赛第一个出场。那压力比较小。是。对，因为毕竟对手都是很厉害的选手。可以说是台湾数一数二的选手，好像他也是第一次在国手选拔挑战公开组哦。好，这边进入赛道，来看一下祥泰，一个 air snap slash combo 3个动作，这边加速，再一个 air， 哦，适应一下浪。好，来了 ，B spin， 哇！哎，可惜位置有点低，板头在踢的时候勾到浪尖了。对，那板子没有上来哦，就转不动了。对，很好，很好，勇敢的尝试。对 ，B spin 板头勾到了，板子转不够。那但这个祥泰也说他。跟另外2位选手来竞争的难度很高，所以他必须要开大招。那如果成功的话，能够给另外2位选手更多的压力。没错。其实大家也是这2年才开始进步很多。对。哦，这样的进步是好事啊，让台湾在国际上是有竞争力的。没错。因为开始跟国外的选手交流，对，会对我们的技术上啊、教学上有很多的增长跟改进哦。好，祥泰的 Phase One 第2次起滑，距离应该剩一点点，不会再360摔了吧？奥利 ，Left side。先做一点小招哦。好，走完。好，这边赛道应该是结束了哦。好 ，Phase One 做了一个大招的尝试哦。好 ，Phase Two 看能不能把它完成。HR 好，准备进入第2赛道。好，来看一下祥泰 ，air 高 snap， 再一个 slash 的 combo，连续3招的连结 air， 这个落地有点不稳，所以接不了哦。但是 air 的动作非常大。好，还有2次的落水机会哦，跟一个完整的第2赛道可以去做尝试。Phase 2， 哦，那我们看到场边现场的亲朋好友哦，相当热情，好跟镜头来打招呼。真的，你们真的出现在镜头上了，不要怀疑。好 ，Phase 2起滑。一样选择一个正脚开始哦，一样先用一个 air slash combo 抓一下浪点，准备拼大招吗 ？B spin， 哇，可惜啊，板子还是有点不太够，还可以再多转一点。好，再来看一下。这个板子有弹起来哦，其实非常完整。对，板子转的少了一点点，后脚再多滑一点就可以了。好，再记住这个感觉，修正一下。祥泰还有第3次的机会。
第3次看要不要尝试，要再尝试一次吗？要再尝试一次。如果是我的话，你会吗？第二赛道开始，我可能会先滑另外一只脚。哦，OK，先去给自己增加一点 variety 的分数。对，就稳扎稳打。对，但祥太可能觉得要给后面的选手压力哦，是要直接尝试大招，也就是战略上的应用啊。对，每个人的选择会不太一样。对，最后一次机会，好，来看看祥太能不能完成他今天的目标哦。B spin 想要加速哦，让人快一点。来哇！哦，板子转的很完整哦，其实哇，但是人顶差了一点点，人有点往后跳喽，可惜，这个板子转的非常的完整，动作很漂亮。哇，那祥太啊，确实还是执行他原本就设定好的计划，大招就是做到底每一趟都是大招到底啊！ spin 很可惜。对下，板子又转完哦，可是人有点往后跳了，就变成离板子有点远，接不太到。好，接下来的2位压轴，没错，那先登场的是右叶啊，浪花兄弟哦，浪花兄弟的哥哥。右叶早上有点太松弛了，所以变成是第2位出场，而不是压轴啊。看下午会不会大开杀戒？是。啊，右叶，但他的水准是国际级的啊。没错。很期待在决赛他能够拿出什么样的压箱宝，让大家惊呼不断。前几年都是比青少年哦，今年变老了，不够年轻了。要开始比公开组了。好，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右叶，没错 ，Weibo 或者是射，都是很有实力的选手。非常的沉醉进去哦，好，要开始很认真了。这边选择启华是用他的非惯用脚 switch 的站姿。好，这边准备进入赛道。Switch 的阿里 Whoop Shavy Up， 哦，马上就来一个大招，好，加速，一个非常大的 A， 对，再加速，阿里 Whoop， 哦，可惜，最后溜下去了，扔的有点太高了，这个位置，但动作很大，超漂亮的，教科书等级，是。哇，大家都在看哦。这个可以说是全台最强的选手在对决哦，大家都不想错过。对，对我们来说都是学习的机会。好，右叶的第1赛道的第1次跌倒，哦，一开始就。好，那目前呢，场上要进行整理啊，这边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公开组的压轴决赛。
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现场。那我们在场地整理完毕之后呢，马上要来看右叶的比赛。S1 继续，你要先做一个 Air 抓板，再加上 Air 180的 combo。一样要求加速哦。对，浪对他来说太短了，看来是要拼大招喽。哇，真的拼大招！位置非常好哦，其实身体有点歪了，可惜还有第2个 pass。在 T 个 pass 有一个 switch 反脚的踢板哦。对。哇，对，身体歪边的，但板子转得很好哦，可惜。好 ，Pass 2， 期待一下右叶会给我们什么样精彩的表现。右叶，好，这边上船，开到指定地点，我们再下水。稍微思考一下，战略，整理调整。我们的火龙选手在岸边等了很久哦，希望身体不要冷掉。感觉有点很冷哦。是，确实哦。对刚下水上来之后，如果有风哦，让身体的温度啊是会急剧的下降。对，今天的天气真的非常的冷哦。哦，很严苛啊，对选手来说。好，右叶的 Pass 2，第2阶段的赛道，金启华，准备进入赛道。好，第2阶段开始，一样先用一个阿里路开始，非常大的动作，和180。好，先小试身手啊，对，测试一下浪哦。Big spin， 来了来了来了 ，Good job， 干净漂亮。哎，插水，危险，自己也吓一跳。好 ，Switch 的阿里路。钢臂 shove 啊，可惜这个单脚没有站稳。哇，钢臂 shove 哇，很少看到台湾有人做哦。是，对，很难很难。对，我试过2、3次，很难。哇，哦，它是在一个倒滑踢板的状态，人要再多转180。哇，最后没撑住。对，后脚踩得太重了。很可惜。哦，但是有一个 switch 的 shove out 跟还有一个 big spin。好，火龙选手。那再来看一下右叶的精彩重播啊 ，3 shove 身体外掉，对，板子踢得很好。这边做了一个哈利路，动作很大很漂亮。Big spin 板子踢得非常好哦。可以看到板子都是掌控在他的脚下。这边 switch 阿里乌之后接了一个钢臂 shot， 哇，这一下是有机会有能够站稳的啊。对，但一样后脚有点太重哦。好，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对，压轴了，马来火龙，来自 ES Wake， 究竟台湾第一会不会易主呢？哦，真的哦。他给自己的期许是当台湾 Air 最高的男人哦。
早上我还开玩笑啊，他的英文名字是 Jordan，Air Jordan，全台湾 Air 最高的男人。火龙也是进步非常多，进步神速，运动神经非常好。他以前有海边冲浪跟骑马的经验哦。哦，是一个张力非常大的选手。好，一样哦，测试一下浪。好，马上要进入赛道了。进入赛道，第一阶段先来一个 Air 的 Roast Beef 抓板。阿溜，很漂亮，很干净，轴心非常的直哦。Air 180 Air Reverse， 哇 ，nice， 精彩，这个 combo。Big Spin， 没问题。哇哦！哇，今天状态很火热哦，真的非常非常 Switch 精 Big 彩， Spin， 再来，可惜，哇，一上来就大招连发，真的给压力了。好，目前的分数应该跟右叶很接近哦，差了一个踢板而已。好，那火龙还有2次摔倒的机会跟1个半的赛道哦。哇，所以赢面非常的高哦。这边看一下精彩动作回放，这是一个 Big Spin，Yes， 非常的稳哦。Switch Big Spin， 看一下，位置太低了，板头插水，很可惜，加速有点不太够，然后位置有点低哦。哇，所以冠军到底会不会换人？对，究竟今天台湾第一的头衔这个抬头哦，他变成他就要换抬头了，对，他就不是台湾跳最高的，最高他是台湾第一，台湾第一哦。好，这边选择了非惯用脚 Switch 的起滑，要再挑战一次吗？看来是打算再做一次 Switch 的 Big Spin 哦。不知道赛道够不够 Switch Big Spin， 有了，哇哦，节奏很快啊，掌握的很好啊，非常的大胆哦。其实换成是我应该不敢做。他可能对自己很有信心哦。对，这就是大心脏的表现哦，是，也是我们 Open 组的选手对自己的一定的自信哦。非常的精彩 ，Pass One， 真的哦，赢面很大，非常大。目前的分数应该是跟右叶持平。以我自己的观念，对，但他还有一个 pass 哦，还有一个 pass， 他还有再持续加分的机会。没错 ，pass two， 如果还有更多的动作的话，赢面非常的大。2个选手的张力都很大，都跳得很高。那再来就是以我们的 variety 跟 execution 下去做评判哦。多样性跟执行力啊，没错，而且像他们这样子，正脚反脚都有招哦。对，其实对裁判来说非常的头痛，尤其是很接近的时候。因为2个人在预赛的成绩也相差不多。没错，对，一位40，一位45。对，基本上就是每个 variety 只差1分而已。每个 category 只有差1分哦。对，很接近。那现在以火龙的 Pass One 来说，分数也是现在基本上是持平啦。对，那我们看一下他的 Pass Two， 想做什么招？再补一点踢板。如果真的再补踢板哦，应该就有机会了，赢面就非常大了。好，来看火龙。好 ，Pass Two 开始，加速，稍微熟悉一下浪型。小fin，哇，可惜，我觉得有点太仓促了，是太仓促了，可能可以再对，可以再多一点点，再试一下，再多一点时间，跟这个浪更熟悉一点。对，其实踢得很好，但是 landing 的时候胸口往后仰了，好，稍微沉淀一下，好，最后一次机会。其实这时候做一点小招，先补一点分数。先做小招，顺便习惯一下浪型。是，因为赛道还有很长。对，到最后进4分之一球的时候，再去尝试做大招，
会是比较好的选择，稳健，因为现在分数很接近。好，看看会不会如伊利教练讲的哈。对，因为他现在赛道还有一半，嗯，对，可以先尝试一下，先用小招去试探一下浪，对，观察一下，慢慢来。对，先做一个 air， 很好，找到跳碟，小招适应一下。对，这时候都不用拼大招。好，要求把浪调矮一点。小兵漂亮，有了。哦，这样子赢面非常大哦。台湾第一个头衔是不是要换人做做看啊？哇，2个脚离板的动作，是，哇，火龙选手赢面非常大哦。对，那现在应该是信心都来了，看看是不是再来一个大招。结束了哦，show time。对。哇，非常精彩啊！是，虽然 pass 度有点惊险哦。一开始摔了一个招，对，哇，从这个画面看啊，真的够帅了，够帅了。真的，哦，也没有愧对他平常很勤奋的练习哦。是，好，今天的赛事到这边告一段落。对哦，但是最后的评分还是要交给裁判来伤脑筋呐。对，那火龙就是最后一位压轴登场，但是我想他的表现没有辜负，他是压轴，大家都看得见。非常好的表现，很稳定哦。好，第一个 Shavin， 马上的先做 air 修正一下哦，等一下起跳的位置。Shavin nice 是。好，接下来我们等一下还会有选手的访问跟今天的颁奖典礼哦，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哇，那今天在最后的选手访问哦，将会。访问到凯凯，没错。虽然今天赛事最后出了一点小状况哦，但还是圆满的完成了今天的赛事哦。那也看到我们公开组的选手实力有多么强劲哦。哇，而且在彼此良性竞争的情况之下呢，哇，大家都激发出最好的内容。那这边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比赛的现场。
好，欢迎再回到我们的主播台。那在比赛的最后呢，我们还是来做这个选手访问。那请到的就是凯凯哦，凯凯来了我们现场。那凯凯当然先来谈一下今天哦，在我上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满意。满意。怎么说？预赛成绩满意。预赛成绩为什么？因为滑得不错。滑得不错，滑得很好。是。那决赛呢？决赛就是。开始玩了，开始玩了，开始飘了，开始飘了，对不对？有点飘了，比较放松一点，比较放松一点。啊，不过整体来讲，应该有符合你的预期吧？决赛没有，决赛没有，预赛有，预赛有，预赛大概。你觉得决赛哪边没有做好？有点太放松了，太放松。对，因为没有人跟我比啊，没有人跟你比，对，所以是一个人的50。对，一个人50。对，不过你的重点还是在于接下来要去参加这个世界运动会。对，那第一次来到这么大的舞台，心里面是兴奋呢、紧张呢，还是期待？蛮期待的，因为毕竟练那么久了，好不容易可以搭到这个更大的舞台上去，让大家知道台湾，所以更努力的在练习。对，所以跟哥哥要一起来挑战。对，等于是台湾最著名的浪花兄弟了，应该很有信心吧？不能太有信心，不能太有信心，不能太飘。对，不能太飘。教练怎么看这个凯凯的一路以来的进步？苏凯在台湾 skiing 界算是第一把交椅哦。是。对，那相对的，我们去参加世界运动会也会有很多的选手哦。对，那希望他就可以好好的就保持这个内敛的心情，去把该做的事情做出来哦。那帮台湾去争取金牌的机会。你有什么样给他一点小建议吗？对，他其实比我还厉害。有时候教练不一定是比选手厉害，但是能够看到选手一些可能比较盲点的地方。对，其实就是沉稳就好了，沉稳就好了，把自己该做的做好。是，那我相信凯凯从小这个应该几岁开始？3岁、4岁开始，那也超过10年。对，所以我想这个比赛的经验或是这个熟悉的程度，应该是台湾无人能出其右。不过就如同刚教练所提到，还是要稍微内敛一点，然后好好的把该学的技术好好的再做多加磨练。那接着等于是在世界运动会8月份会来到中国的成都，那跟这个哥哥第2次参加，那你第1次参加，这一次跟哥哥一起去，还有我们的 Riona， 等于3位选手都要代表台湾来到这个世界运动会的舞台。那希望到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转播，能够帮这个凯凯还有这个哥哥加油。那还有这个 Riona， 那也希望你们在这个世界运动会能够拿出更好的表现。谢谢。好，那当然在今天我们的最后呢，就是由我们3个来做最后的结尾。那今天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李敏庆以及凯凯，还有 Eddie 教练，还有全体最辛苦的台亚的转播团队，祝你顺心。我们明天第2天的赛事再会了，拜拜。